已经开始了是吧？大家中午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这里是老范讲故事，那边是土拨鼠札记。因为马斯克这回终于要去发他的载人飞船了，所以我们又开始直播了。经历了很多很多次推迟，无数次的等待。是的，对，等一下，大家好，因为这里是对你先说。啊，行，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札记。嗯，对，我们已经放了2次的预告片儿，然后最终都没发出来，然后这是我们的第3次。前面对，2次的话，这个应该都是天气原因。对，实际上就是说到天气原因的话，这次倒是这个就是说我正好可以跟大家解释解释。不过我在这儿看到有朋友在那儿留言问轨道高度是多少，待会儿咱们可以说轨道高度是多少啊。这次轨道比较复杂，它要好几次变轨。那先说这个天气原因，是 SpaceX 公司最早在推特上发文就是说7月27号就要发射，后来推嗯。迟到7月28号，然后这样就搞到28号，当时有3次发射。北极星黎明这次是在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的39A 发射台，嗯。然后在这个北极星黎明发射之后，大概2个小时还是3个小时之后，就在佛罗里达州另一个发射台，就是40号发射台要进行一次星链卫星发射，然后紧嗯。接着晚上要进行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这个范登堡空军基地的发射。但是到了28号的上午的时候，就北京时间的上午啊，那 SpaceX 就发推文说，因为天气的原因，就把这次发射给推迟了。但是很嗯。奇怪的是，1、2个小时之后，那么就相隔只有7公里远的，就是这个呃肯尼迪航天中心嘛，是肯尼迪航天中心的40号发射台，就进行了一次星链卫星发射。所以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说不是说天气不好就没法进行发射吗？那嗯。为什么这个星链卫星可以发射，但是这个北极星黎明这载人这个就不能发射？其实呢，我们一般看发射窗口的时候，就是分，如果你是载人啊这类有返回的话，则不嗯。仅要看你发射的时候的天气是不是好，还要看你返回的时候是不是好。我们现在的这种载人飞船，它又不是和国际空间站对接，如果和国际空间站嗯。对接，那它的那些消耗什么的就可以消耗飞船上的，所以它的返回时间是可以不确定的，我们可以不看它的返回窗口。但是对嗯。于像是，这次北极星黎明它本身是一次商业任务，所以它在发射的时候的话，它又不和国际空间站对接，它所携带的氧气、所携带的能源什么的，这些都是要依靠飞船自身携带的，所以它在太空中的这个维持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它就必须要去看返回窗口是不是合适。那这次北极星黎明在8月28号不能发射和后面几次拖延，嗯。实际上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返回窗口不合适而延嗯。期的。那现在今天这次发射说发射的时候，这个窗口只有40%的概率天气好，不过最终还是比较高兴，现在来看应该没问题。那嗯。另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另一个就是相当于，现在返回窗口也还在观测，但是看来概率比较大，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他们然后返回应该是做了个降落伞就回来了吧？对对，它是3个伞吧，三个伞对，三个降落伞。3个伞回来，那这种其实对于天气的要求，你别赶上台风，其实都还可以呗。他又不要求你像飞呃，机似的落地上。载人的安全要算概率的，我们都是好吧。考虑概率，得高于多少概率，然后才可嗯。以来进行返回。那是。这是一块儿，然后多说一句，就是7月28号那次发射还惹出了个事儿，就7月28嗯。号不是北极星黎明没发射，然后发射了一个 Starliner 的嗯。Starlink 的这个卫星嘛，结果在返回的时候，那么它的这个卫星呢，不是1级火箭呢，在着到船好了嘛。上以后，底部发生了爆燃，然后发生了嗯。倾倒。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待会儿咱们可以就着那个 PPT 对。一块儿来给大对。家介绍一下。对。对，嗯，是。我们正式的发射应该是在3:40、3:30几。38分，
38分。3:38。对，但是我们会提前1个多小时开始。那么在这1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头呢，我们会，介绍一下北极星黎明的这个任务，然后以及一些提前可以给大家看到的一些视频吧，让大家先看一看。然后争取大家对。在开始直播的时候呢，就正式发的时候，我们看看能不能拉入一个直播画面进来。但是现在怎么说呢，就是 SpaceX 自己的直播能力好像不是很强，就是应对这个更大并发的这个能力是有问题的，所以它那个直播画面断断续续的。是这样的，是。让人感到非常着急，的确是非是。常着急。对，因为最近还发生了一个所类似这以样的事情。咱们先开始介绍吧。对，是那个什么，就是前面儿国足踢日本输了个0-7那次。然后呢，这个爱奇艺是把大家直播的钱都收了，然后等大家去看的时候发现看不了，说实在对不起，看的人太多了，这个我们实在播不出来了。好吧，好吧，到底是什么原因再说吧。对，我这觉得那是我们的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实际。那咱就不管了。对。好。行吧，那我就先开始简单地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北极星黎明这个，是。太空任务。首先呢，它是一个纯商业的这一个，太空任务。大家看这个首先我介绍一下这4个宇航员吧，这4个人嗯。就是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宇航员，全都是业余嗯。的。往下一页吧。它这次任务的，特点就是首先是民间发起的，全都嗯。是普通人参与。然后呢，它这次整个这次任务，它飞行的这个轨道高度啊，最大的时候的轨道高度，实际上是除了这个阿波罗载人登月之外，是最高的。它的最嗯。大轨道高度达到了1400公里，那超过了60年代的时候，双子座飞船对，双子座飞船1370几公里的这个高度，这相当于是业余宇航员啊，双子座那嗯。次还是专业宇航员，他这是业余宇航员就飞到了1400公里。嗯。这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泛艾伦辐射带。那所谓泛艾伦辐射带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们知嗯。道在太阳会有大量的这个太阳风，就是一些嗯。高能粒子、高能等离子体。那这些等离子体在接近地球的时候会被地球的磁场所捕获，在从是。距地球1000公里到60000公里到80000公里，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内，那么嗯。都集中在这一个区域，主要集中在这一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它又会分成2层，分成内外2层。内层的高度呢，是从距地1000公里到13000公里，外层的高度大概是从距地20000公里到80000公里。那这次嗯。北极星黎明能够飞到1400公里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这个泛艾伦辐射带的内层。泛艾伦辐射带本身这种辐射，实际上我们穿金属的铅的那些屏蔽服都是没用的，因为它实际嗯？上它是一些等离子体这类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用的。所以嗯。当时有些人怀疑，阿波罗登月最后没有进入月球的原因，有一个依据，就是说是人类无法处理泛艾伦辐射带的问题。所以嗯。这次北极星黎明去飞到这个高度，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研究这个泛艾伦辐射带对人体健康的一些影响。嗯，是。这就是轨道最高这一块儿，然后太空辐射对人体的影响。然后这嗯。次呢，还要测试这个 SpaceX 最新研制的，太空服。舱外航天服 EVA。这个航 EVA。天服待会儿我们也有视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际上要是对比，大家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下 NASA 的那些太空服，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那嗯。SpaceX 这个太空服它为什么能这么轻便，这个实际上也有点说到。然后呢，嗯。原计划是说是在进入轨道之后，飞船进入轨道之后，那么在，第3天，就第1天发射，第2天、第3天开始进行一次太空行走。但是这次的话有可能要提前到今天晚上了。
所以它嗯原计划的整个过程是这样子：首先，4名宇航员乘坐 SpaceX 公司的龙飞船发射升空，然后呢，这时候龙飞船会和以前不太一样，它会进入一个近地点是190公里，远地点是1400公里的高的这样的一个椭圆形轨道。那我刚才说的进入泛艾伦辐射带，然后还有进行这个嗯辐射影响研究这些的，都是在这块儿做的。把这个工作做完以后，飞船会降低到700公里高的一个轨道，圆轨道。这时候是一个圆轨道，太空行走呢就是在这块儿展开。那么他们会穿着就 SpaceX 专门研制的、刚刚研制成功的舱外行走的这个航天服 EVA 来进行太空行走，但不是这4个人都进行，它是2人，然后呢这个进行太空行走。但是本身太空行走 SpaceX 这个龙号飞船啊，它也有一点特点，它不像中国的神舟飞船或者是俄罗斯的联盟飞船，它有个气闸舱。它的这个飞船实际上它内部只有一个舱，那怎么进行太空行走，咱们待会儿也可以介绍介绍。然后这嗯。次任务还有一个目的呢，就是说是主要进行一些筹款，这个可能相对就次要一些。大概这就是这次任务的几个目的吧。它这个因为我在网上也查一下，就是它既然是私人商业飞行，但是呢，谁也说不清楚到底花了多少钱。嗯，反正应该不会少吧，5个亿、对，10个亿，差不离得是这样子。嗯，这个项目的发起者，北极星黎明项目发起者，他实际上这是他的第2次太空任务，他上次是就花了笔钱请人去，这次也是，是他花钱，然后请别人去的。嗯，是。那行，么咱们往他现在下一页。啊，所谓的没事儿，你说。筹款是再有人捐呢，还是说他就从他自己的钱里就出了呢？筹款的话是靠捐，任务是他出钱。自己花钱了就是说啊？相当于任务他出钱了，然后别人捐的钱的话，就给这个癌症研究啊什么的，等于他不用来哎，补贴自己的这个任务的钱。是，那现在就是介绍4个宇航员了，首先就是这个第一个就是这个贾里德·埃塞克曼，也就是这个发嗯起人。这哥们儿呢，他自己开了家公司，叫做 Shift Performance，他是这家公司的 CEO。这家公嗯司大概的交易额大概20-30亿美元吧，年交易额嗯。大概是这样，主要是一个电子支付公司。然这个我后呢，跟你讲吧，这个公司呢，它是专门儿给美国的这种中小商家做这个信用卡刷卡的，它实际上是卖这小刷卡机的。对，它每啊，是吗？年呢，在这个刷卡机上面儿的流水是2600亿美金，但是呢，它是一个利润特别薄的这个业务，因为你抽成抽多了以后就没人用了嘛。它对，等于是早期开始做这个，它非常早就开始做。然后做到后来呢，他现在已经是这个公司上市了，他手里头应该是有十几亿美金的一个资产，所以他现在最主要的财富是来自于Shift4 Payment 这样的公司的，他大概还有30%多的股份，也算是一个少年天才。他大概是没上过大学，高中辍学就开始干这个事儿，从十几岁，好吧，大概从没有开车开始，就不会开车，就是美国不容易考驾照的就开始干。他的第一个员工是他爹，就是把他爹拎来说：“来，你现在给我销招聘了。售去吧。”他是这么干起来的一个项目，大概是美国一半儿以上的这种刷卡都是在他这儿刷的，就是只要你刷信用嗯，卡就走他们家了。好吧，好吧，这个嗯，肯定是你更了解了。是，然后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呢，他还经营着一家叫做 Darken International 的公司。这嗯，家公司呢，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有点私人保镖公司这意思的，经营着一个最大的私人战斗机机队，这嗯。也比较有意思。是，这个呢，然后是他自己大概是做前面那个公司实在太累了，说大概也是很年轻的时候20来岁，说我要找一第二爱好，说我们去开飞机吧。开了一段时间呢，他说发现美国的法律有个漏洞，说只要是平民开够多长时间之后就可以开战斗机。然后呢，他就找到了雷鸟飞行中队的一个教官，然后他们俩合作开了这么个公司。然后呢，疯狂的去买各种退役战斗机，买完了以后就给大家做培训。
后来他们的商业模式是这样，就是，给美国的空军和海军说，我替你外包这个飞行员培训，说那个你要不然对，的话，你就得来做飞行自己培训，就员培训。很贵，对吧？然后你拿我这些飞机培训完了以后呢，这个等于就直接得到合格的飞行员，就相对来说比较便宜。而且你那些王牌飞行员退役了以后呢，我们就都招回来干活。啊，其实他们也做好多雇佣兵的事儿，就是美国这些对，王牌飞行员退役了以后呢，也会到欧洲或者到其他的这种热点地区去执行一些别的任务啊，这就是这个Duncan 这个 International 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啊，它算是个雇佣兵公司，当然主要的就是对外讲的是做培训的。对。嗯然后第三个要跟大家介绍，就是他这哥们儿在2021年4月份的时候就和 嗯 SpaceX 公司合作，然后坐着这个009火箭和龙飞船，邀请嗯了另外3个普通人进过一次太空。但是他嗯没这次这么多花活儿也没有出嗯舱行走啊什么的都没有，嗯就进过一次。他邀请的这人里还有一个人，那个小女孩儿，实际上她的等于装的是假肢，也嗯，给邀请上去了。等有一条于就是说腿是假的。对，装甲肢这个也上太空了。然后剩下第四个就是这个北极星黎明了。北极星嗯黎明的话，它北极星计划不能说是北极嗯星黎明，应该叫北极星计划。北极星计划的话，它实际上包括3项任务。那咱们今天给大家直播的是它这3项里的第一项，叫做黎明。后2项嗯叫什么名字还没定，然后具体的任务内容是什么也没有最终确定，大概是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就是发起人的情况。是是是，他上一次是在轨道上停了3天是吧？就2021年那次。对对3天还那是4天？这次他计划是几天啊5天。？5天对，这次，OK。是计划大概是5天。对，但是他们就不会像波音送上去那2个似的，玩不好就可以在上头待到明年，对吧？这个玩不好会那也饿死在得是在飞机空间上的。站里待，那也得是在空间站里待，飞船上待是，不了那么久。对，空间站是有的是吃的喝的。对。嗯，行，下面的话咱们继续，就是，对，2名女的，一个是嗯安梅农，这位呢曾经在 NASA 工作过7年，然后嗯呢主要在这次担任任务官和医疗官。我觉得嗯，这2个职务实际上就等于是，就是说实际上这就是游客，没什么可说的，就是游客，没什么但特别的。医疗官你还是有需要的吧，这还是要有个大夫的。对，他肯定懂一些这些知识吧。是，然后这个莎拉·吉利斯，这是在2015年就参加了这 SpaceX，在刚才介绍那个 Inspiration 4，就2021年的，他那次任务叫 嗯 Inspiration 4，那次任务里嗯，呢，他曾经当过这个宇航，他们的就是等于是这个教官，埃萨克曼啊什么的，他们的训练官。嗯当过他们的训练官，那这次就邀请他一起参加这个北极星黎明了，所以这是嗯另外一个，实际上也相当于是游客。我看到嗯，网上就有人说，那他这次邀请的这人里面算不上普通人啊，都有航天背景。其实是，大家完全不要这么想，这俩人的我估计他的水平应该和我差不多，基本上差不离应该是我这个水平，就我没经过飞行训练什么的啊，就训嗯练前的水平应该就是我这个水平的，就是懂一点航天知识而已，嗯，所以实际上对，并没有什么。然后第四个就是斯科特·伯蒂特，这哥们儿是一嗯个退役的空军中校，有20年的服役经验，就担任本嗯次的这个飞行官。我觉得就有关一些飞船的驾驶的这些，最后可能是自动的不灵的时候，应急由他来做。这个倒是，就是说他真正是要有一些职我务的，估计像大概是这样。他这种飞船下来的时候，就上去肯定没有任何它可以动的东西，最多可能就是说，哎，仪表正不正常？正常。然后开关开没开？开了。等下来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它可以去动的东西吧？没有没有，都是只有紧急情况的时候才会让它动，那个正常情况的话，它都不需要动，不我觉得需要动紧急情况任何东西。也是绑好安全带，掉在地上，然后我们可以辨认尸体就完事儿了。呃，不至于不至于吧。行，那咱们下面。行行行，继续。
下面这个呢，就是可能大家我不知道看得清楚不清楚啊，主要看倒数第3行吧。倒数第3行就是这个这字有点小。次是一个就是说咱们现在显示的是它的一个飞行时序。那嗯我们知道一般猎鹰9号火箭发射星链卫星的时候，1级火箭的这个着陆时间呢，大约是7分半到8分半钟。但是这次任务的飞行时序，我们可以看到1级火箭的着陆时间大概到了9分半钟。嗯为什么这次着陆明显要比平时要晚？实际上就是我刚才说的，它开始这次等于基本上把龙飞船的这个和猎鹰9火箭的这个运载能力基本发挥到极致，它要把它打到那个1400公里和19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椭圆轨道，所以它飞的时间更长一些。1级也要工作时间更长，2级也要工作时间更长，所以这就是和以往的发射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那就是给大家展示一样。是。好，这个我觉然后得看得更清楚一点。对，这就是一个基本上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叫飞行剖面，比较专业的术语就叫飞行剖面，就是从地面上发射升空之后，然后呢大概2分多钟的时候，那么1、2级分离，分离之后呢，1级火箭呢做一个摆尾动作，把原来的尾巴朝后变成尾巴朝前，然后准备载入 inter burn， 然后 landing burn， 最后制动点火，然后着陆在海面的无人船上。2级的话就会继续送这个飞船往前飞，那和以往的星链卫星发射的不一样，就是它会送到更高的轨道，要送到更快的速度。对。OK，它等于是1级整个发上去，然后1级、2级分离，1级下来，然后2级接着往前推，然后再分离。对2级，2就级再和飞直接扔掉。船分离，对，2级1级就是要回丢掉了。收的。1级是要回收的，飞船的这个返回舱是要回收的，2级扔掉了，飞船的服务舱扔掉了。OK，那飞船最后是挂着降落伞掉海里还是掉地上？掉海里。OK，这就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这个近地点190公里，远地点这个1400公里的这个轨道，然后呢这个轨道就也会这么斜吗？应该比这个更斜。它这个地球没按比例画，因为地球的半径是6380公里，所以的话，你实际上那个1点，就是那近地点的话，你如果要完全按照比例画，它应该贴着地球的。假如地球半径真的是6380公里，然后它远地点只有1400公里，那也没有地球半径的1/6、1/5，差不离是这个水平。对呀，对。这个是是这个，夸张的，不是但是这个实按比例。在是有点夸张了。对。OK，那它等于整个上下飞的这个过程的话，会多次的来穿越各种层面，因为像 Starlink 是500公里吧，然后呢，咱们的空550。间站好像是600公里还是多少，应该也都是在这附近的。对，Starlink 大概是550，欧550，洲的空间站大概是就国际空间站大概是400到450吧， 400到天450。宫的空间站大概是500，大概是这500，个数。那它等于要反复来穿越这些截面。对。但是 OK，不一定和赤道平面的夹角不一定一样。对，它们和赤道平面的夹角不一定一样。是，那就得算呗，见缝插针算呗。算，撞不对，上，不可能撞上。撞不上哈，没准能看见。绝对撞不上。但我觉得像它这种看见估计就很危险了。看着反正一般来讲距离要有几十公里吧，最少。安全距离得是几十公里这样的水平。像它这个飞一圈是多长时间？一般来讲是90分钟，90多分钟，差不了，大差不差。那它为什么不把这个轨道拉得平一些，就是让它这个近地点、远地点差异的小一些呢？为什么要选这样的一个近一点、远一点差这么大的一个快10倍的这样的一个轨道？它这次为什么这样的，我说不太清楚。但是一般选择这个椭圆轨道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实际上是为了比如我们要去月球啊什么的，实际上是利用近地点，是利用它的这个加速。
对，利用地球引力来加速，来实现这个变轨，从这个拉到这个椭圆轨道以后再转入，比如要去月球就地月转移轨道，要去火星嗯就进入地火转移轨道去了。，OK，然后到远地点的时候，可能再接着喷，然后脱离轨道，然后到下一个轨道就走了。对对对，它实际上嗯是本身是为椭圆轨道有很多是要变轨使的。嗯，这样的，继续。然后刚才说的这个泛艾伦辐射带，我当时忘提了。那实际上这个就嗯是泛艾伦辐射带，实际上我们大家最常见的就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了，是那种太阳的发出的这个太阳风，高能的这个等离子体被地球磁场捕获，捕获了之后的话，就在地球上形成1000公里到8万公里这一个层级内，就等于它的含有带电等离子体的密度要比普通的宇宙空间要高很多很多。嗯在这儿的时候，它实际上被捕获了以后，不是就停留在这儿，或者说跟着地球一起转，它嗯还顺着地球的磁力线运动，或者是向北磁极运动，或者是向南磁极运动。运动到了磁极附近的时候，它会进入有一部分啊会进入地球的大气层，进入之后形成的就是极光。你像今嗯年就是太阳耀斑爆发，所以今年不好几说那极光特别强嘛，那极光就是那个高能等离子体形成的。嗯。对，是，像这种辐射的话，其实我们一般知道的辐射大概是几种辐射。第一种是电磁辐射，电磁辐射嗯，呢，其实对人体的伤害并没有那么大。像核辐射的话，其实打出来的是中子，或者是应该基本上都是中子，不带电粒子嘛。但是像你讲它的这种等离子体的话，它是一些什么东西被扔出来了？等离子体一般属于一种带电粒子，带电粒子，等离子体本还是质子？身就是带电粒子。有可能是电子、质子，但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吧，氦核儿嗯，氦核儿的去掉了中子的氦核儿这类的。那就是两个质子。对，所嗯以他说的是，就是说有些这个就是说我们用那种隔绝的方式，隔绝不嗯掉。我现在也没嗯有特别想明白，但是我能查到的资料就是说，它有些嗯是，那它有可能是一些伽马射线。如果要是有伽马射线的话，应该是基本很难挡掉嗯。的。是，因为铅壳应该主要是挡中子的。对，伽马射线嘛，嗯，铅壳就伽马射线。是。因为我刚才还查了一下，我说阿波罗登月的宇航员回到地球以后，身体是不是出问题了？啊，他没有，说第一个是心血管有一些风险，啊，第二个嗯。是受到月尘的影响，然后第三个是面临一些心理问题，但是好像并没有说这些人回对到地球以后有什么辐射问题。对，没有说辐射问题，是这样。是，所以有人怀疑他没有那说这个就个没有参与，没有登没有月了。OK，那人类就是除了去月球之外，还去过1000公里以上吗？呃，然后不就我刚才说的双子座的那次任务吗？双子座2还是双子座3啊嗯1376公里那次，1376，那对，他们受到影响了吗？也没有，也没有。那可能对。人类少时间去暴露在这个里边儿应该还好，但是月球那个时间挺长的了应该。但不是，它关键是你穿过的时间有多长，毕竟它是一层嘛，你通过你具体在它那儿的时间有多了解。长。像这次做的评估的话，它不是5天的任务吗？嗯，评估的话，大概它受到的辐射量相当于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大概2到3个月的辐射量，所以应嗯，该这个多出来的这部分应该主要就是在泛艾伦辐射带遭受的。是，了解。就等于是，辐射到这个地方以后，然后进行转向聚集什么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对，它实际上这一地方密度比较高，所以的是，话，它会遭受比这个普通的更低的更高的这个辐射量。你像我刚才这个图上这个泛艾伦辐射带，你看我刚才说了，内圈儿是1000到13000，外圈儿是嗯，2万到8万。那内圈儿就是相当于13000到2万这一区域，嗯，这相对来讲是个安全区域，或者是1000公里以下。实际上国际空间站是在1000公里以下嘛，国际空间是，站是
400多公里，是1000公里以下嘛，是红色里面那个黑的区域， OK，然后应该这次进入的是红的区域。是。好，我们继续。然后这就是说的就是他这次出舱，我刚才也介绍了，就是说他走完这椭圆轨道以后呢，会再次变轨，进入一个这个700公里高的圆轨道，然后在这个圆轨道，宇航员会身穿这个 EVA 宇航服走进太空。对，它不是在这个椭圆轨道里上去转。对，它是在圆轨道上。嗯，行，咱们往下一页看看。走。对，这就是啊，我现在左边这个是中国的神舟飞船，神舟7号，也是第一次中国进行太空行走的这个飞船。那右边这个是龙号飞船。我们先看神舟飞船，它分3部分，由下往上是推进舱、返回舱，然后呢，这个叫轨道舱，实际上也叫气闸舱。宇航员平时是待在这个返回舱里的。当他需要进行这个太空行走的时候，他会先进入这个气闸舱，然后关闭气闸舱和返回舱的这个连接舱门。这个时候他是要换好这个宇航服啊，舱外活动服，换好宇航服，然后呢，他会先呼吸宇航服内的纯氧，要把平时它这个返回舱和这个气闸舱里这个空气呢，和大概是30%到40%的含氧量。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的大气的含氧量是21%，那这个飞船里面稍微高一点，是30%到40%。但是要进行太空行走的时候，它要把它的含氧量，体内的含氧量提到100%。为什么是要这样呢？是因为下一步要做个减压的动作。一旦做了减压之后呢，这个比方说咱们去玩潜水的知道，就是如果潜得很深的话，要上来的时候有减压病。它实际上是为什么有减压病呢？是你的外界气压减少了以后，你原来的这个血液里面含氧，比方说是这么多，然后因为外界气压减少，那么你的血液里的这些氧气啊、氮气啊什么的，它会变成小气泡从体内渗出。渗出的时候轻的时候，你会觉得麻痒，然后有眩晕的感觉。如果重了的话，就会造成死亡。而这个现象一般来讲，氧气实际上不会造成这种影响，氮气容易。所以的话呢，就要把体内的氮气都置换成纯氧。这就是宇航员进入这个气闸舱之后，穿上舱外航天服，吸纯氧，等到把体内的这个氮气都置换成纯氧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气闸舱会减压，减到和外面的压力差不多的时候，再打开这个气闸舱和宇宙连接的、和太空连接的舱门进行出舱。关于这块的话，有一个小视频，是老范可以放一下，就是我那个第一个视频，一号视频。And then we let out all the air between the inner door and the outer door. That way, we'll be able to open up the outer door and go outside. 从开始，对，重放一遍，从最开始。Where we close the inner door, and then we let out all the air between the inner door and the outer door. 把这个气减压，进行减压。That way, we'll be able to open up the outer door and go outside. 然后打开。对，这就是出舱，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就再看一下2吧。OK， 就是入舱的话，刚好是个反。The inner hatch is still closed, and then we fill the space between them with breathable air and enough pressure that we'll be able to open the inner hatch and not affect. 还是重新放一遍，没开始。So we close the outer hatch. The inner hatch is still closed, and then we fill the space between them with breathable air and enough pressure that we'll be able to open the inner hatch and not affect.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回到咱们的 PPT， 那现在龙飞船的话，它只有这一个舱，那它到时候的怎么来让宇航员出舱呢？它实际上不是4名宇航员里只有2名宇航员出舱，真正出舱嘛。
但是他要做出舱动作的时候，4名宇航员都要身穿舱外航天服，然后都经历一个吸纯氧、减压，然后开舱门的过程。只不过最后真正出去的是只有2个人。实际上那另外2名宇航员虽然没出去，但是从我的理解来讲，他的整个是和外界是连通的，他已经相当于进入太空了，他只不过没有出到，从物理空间上来讲，他没有出去而已。是哪2个人出去啊？女的我记不太清了，男的是那个伊萨克曼。不是那个空军中校出去吗？就是伊萨克曼跟空军男中校的应该是伊萨克曼，对，我记得应该是伊萨克曼。OK。行，这就是出舱这一块，而且出舱有可能是今天晚上哦，到时候我可能还会做直播，对，看情况。对，老范要有时间，咱们就继续联合直播。我觉得可以等他们落下来的时候，咱们再直播一个。落下来也可以再直播，我觉得出舱也可以，2个小时，整个出舱这个过程是，再说一遍，出舱这个过程是2个小时，因为我刚才说了，首先吸纯氧，然后减压，减完压以后才开舱门，然后才出舱，然后整个这个然后再回来。今天待会儿咱们比如打上去就是这种大椭圆轨道，大椭圆轨道完了以后，就是可能到今天晚上之前就变成700公里的圆轨道了。我现在不太确认，因为我只得到一条消息，说是今天晚上要出舱，所以其他的消息还没告诉我。其他的消息，因为我原来得到是第3天才那什么嘛，才出舱嘛。因为你出舱的时候得换轨道，你换完轨道以后，应该就始终在700公里的轨道上转悠了。对，你不可能再给它改成椭圆轨道了。对，那个燃料消耗不起。行，咱们往下。这是然后下面这个，对，这个宇航服，大家看这宇航服有多轻便。然后，关于这个宇航服，我看啊，老范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视频4。把音量可以调小点。大家就看这个舱外航天服，我就是没把那个正常 NASA 的这个舱外航天服放进来，是不太好做。等于就是看一下这个有多轻便，大家可以自己到网上去查一下 NASA 的那个舱外航天服它有多复杂。然后就会有朋友就奇怪，为什么 SpaceX 能把这个舱外航天服能做得这么轻便，然后 NASA 那个舱外航天服为什么就搞得这么复杂？我觉得实际上从2方面讲吧。第一方面来讲呢，就是说这种航天服呢，它可能还是给我们普通人用的，所以它没有太多的功能。我们看到那些 NASA 的航天服，或者苏联的，或者中国那海鹰航天服啊，它都跟一个小航天器一样。它后面还带一个背包，那背包上是氧气推进装置什么的都在那上面。然后呢，这次北极星黎明的这个航天服呢，它等于出舱之后，它是用一根脐带管和飞船是连接的，就你可以出去，但是你有一根管子和飞船连接，供氧啊、供电啊，还有信号线啊什么的都是连到这里面的。但是 NASA 的那些航天服，它等于都是单独的，就是一个航天器，它自己就可以形成一个，就是它这种航天服一旦是这个离开飞船或者这管断了就完蛋了。对，第一块。第二块的话，我刚才就说了，它那刚才整个出舱过程是2个小时，但是真正出舱那段时间只有20分钟。那国际空间站啊，或者说中国的这宇航员，一般出舱都得是4个小时、6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要工作很长很长时间。所以的话，它也会系统设置上也会更复杂一些。这就是应用方面的。但我为什么说这种航天服可能是将来咱们进行太空旅游的时候想出舱要穿的呢？就是因为它简单，然后便宜。另外呢，也不得不承认，它还是里面应用了好多这种新型材料啊这类的新科技，包括我们能看到的，它那摄像头也小型化了，然后麦克风还有什么蓝牙什么这些技术它都应用上了。所以的话这也能造成它显示的更轻便一些。主要就是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情况。对，这就是舱外航天服这一块的。
那么基本上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大致的情况呢，北极星黎明这一块主要的关注点可能就是这些。然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介绍全了，如果大家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的，或者说还想在我来补充的呢，就可以打到我们可以这个留看看这言上啊。个评论。对，对，可以看看评论。对，这个这就是我看看啊，这个什么期待我们就不管了。这个太空服就拉拉链而已，真的是能密封吗？所以的话，实际上什么叫大道至简？你看到的是它只是拉拉链了，但是这个拉链肯定就是一个高科技的产品。它的结构肯定不仅仅包括我们的拉链这样的结构，它内部肯定有好多特别细微的这种结构，就有点像它这拉链。我举个简单例子，叫拉链，然后带上这个自封口这个防水袋，咱们不是有那个吗？那种结构，它肯定是合在一起的。所以就是说这种东西，就是说你这种细节你做出来才是真正就是你科技领先的地方，对吧？是这个说人在飞船里了，现在咱能看到那边的视频吗？咱们瞅一眼。这样人在飞船里是早就在了，早就在飞船里了。这是 SpaceX 的直播画面是吧？他那是晚上。但是就是说，现在反正他们那儿一直还处于一种这个时断时续的这种状态。就是人现在在这个，就是人已经通过这小梯子上去了。我给大家换一个。换一个。早就上去了，应该2个小时。我给大家切换另一个吧。看看啊，这儿。但是大家可能就稍微忍受一下，它这块儿现在经常就停下了，经常就开始转圈圈了。这现在就没画面啊？稍等一下吧，它可能要几秒钟才能传过来。我这儿看到的是已经是在舱内了。对，宇航员还在拿着笔在那儿画呀什么的，但是还有57分钟。总的来讲，对，所以咱们稍微加快一点。没事，我们继续。还有2个小时，进来的机组已经入舱了。对，我们已经看到他们了。X 直播人数16万，等发射不知道能否突破100万。哎呀，这个现在已经43点推 X 直播，现在已经是43.8万了，但是现在这个直播断断续续。是，我在这边看 X 的直播也始终是断断续续的。对啊，这个是没有办法 ，X 整个这一套东西做的它就是有问题，就是一个烂字。也不叫烂字，就是它其实怎么说呢？这种东西技术已经到这儿了，就是堆钱。马斯克就舍不得堆钱，那这事儿就只能这样了。对，第一次尝试和别人联合直播发射，对，我们试试。好，这都是直播开始之前的留言了，然后这才是真正的科技突破，只看马斯克的航天科技。哎呀，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科技突破来说，航天的东西呢，它肯定算是科技突破，但是更多的其实也是工程胜利。对，工程胜利。轨道高度，刚才我们已经讲了啊，对，190到1400。对，然后700。黑眼圈儿，你的黑眼圈很严重。是啊，睡不好啊。是的，得注意休息。注意休息。第一次赶上直播，快晚上11点了，这应该是在欧洲吧？对吧？美国西海岸吧。怎么看最近国内的过于先进不便展示？国内那他既然说，对他既然说过于先进不便展示，就不便展示呗。我们就当听不进就好了呗，还能怎么办呢？对。对呀。都点赞了没有？请在两边的这个频道上帮我们点赞啊！这个刚才我们也讲了，3点38发射。出舱行走我们要去看这个。对，有消息说是今天晚上，
但是原来的计划是第3天。OpenAI 有啥新闻吗？OpenAI 现在最大的新闻是访问量断崖式下跌，这也是很吓人的一个事儿。赶上直播了，这个还有啊，这个现在时间已经还有54分钟了，还有54分钟了。这种预感不要预感啊，这个事故是不会出的。这是第2次飞行，第2次，他的第2次。有钱人任性啊！我看雷鸟飞行表演都觉得挺刺激的。这哥们儿看来很喜欢发动机和心跳共振的感觉，是这样的。这个他当时也是觉得做他这种科技公司实在是太累，然后就搞了这么一套东西出来。而他现在是环绕地球最快的人，就是他是开着米格战机，然后做的环球飞行。他飞了，可能是飞了60个小时，还是飞了多少个小时？啥时候发射啊？38啊，3点38。要爬山、潜水，身体顶住9个 G 的大气压力，应该不是大气压力吧？应该是这种过载啊。对。哎，我记得以前我们去军博看这个，就是飞行服，在什么关节的地方都是小胶囊、小气泡。那意思就是说，在那个飞起来以后，在你的关节上给你加压，然后把这个血从这个四肢给你压回去。对，你看那个 For All Mankind 第1季的那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俄罗斯宇航员跑到美国的那个月球基地里嘛？是。你没注意他那个穿的那衣服吗？他是那个俄罗斯那个衣服身上一大堆小管子，那小管子就相当于就是抗核服，那就是到时候水压力一打进去以后，就把你身子给箍住了，那就是抗核服的原理。给身体加大气压。对。那像他们出舱走的时候，是身上比如说到底有没有多大压力？因为你说他提前吸纯氧的意思就是说，你出舱的时候实际上宇航服内的0.2到0.3个大气压。啊，那就并不是说有完整大气压在身上。对，0.2到0.3个大气压。OK， 但你说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身体本身没那么好的人，能坐这玩意儿航天飞机吗？还是说以后他能够达到像坐飞机这样的身体要求？飞机上可能也会降到0.7个大气压左右。就是我用海拔表测，咱们降落的时候耳朵会疼嘛，就是肯定大气压会下降。对，我用海拔表测过，大概是2000米左右的高度，2000多米的高度，相当于就机舱内的也气压，相当于是2000多米的0.7左右。了解。那看来还是要等它继续发展，等啥时候这一张票，比如说弄个几万美金什么的时候，这个普通人的身体能承受得了，我们可以去试试。对，5万美金嘛，2万美金到5万美金，这就对，你要是几10万美金一张票，然后还需要进行这个专业训练，像运动员一样的身体才能上去的话，我估计我们就没戏了。我估计像他现在这种，应该还是专业运动员才能上得去的。可能专业运动员倒用不上，但是身体肯定得是普通人里比较好的。是。就至少战斗机飞行员吧。那不行，战斗机飞行员那个的要求要比运动员高多了。高，好吧。这次要上去5天啊，期间每个人要出舱漫步，应该是2个人吧。而且要确保回航的时候天气良好，所以延迟。对，他反正是要开门。然后呢，每个人就算没有出舱的话，其实你也要去感受这个低气压。也相当于出舱了。所以有可能他调整了，改成4个人了。我看的还是旧计划，有可能。是。那像他这种，比如说在这种大椭圆轨道上，那会不会比如说到最底下速度很快的时候，如果出舱的话，人都会甩出去不？应该也不会，你实际上都是在靠惯性飞行。是。
都是在靠惯性就是飞行。人跟这个舱之间本身是不会有什么加速度和力之间的这种变化的。对，你和它都一样，你还也是依没有什么靠惯性。阻力，就是到它这种但是你到190公里的话，是不是就还是会有一些大气阻力？实际上你这个阻力是看多大，你大嗯，概你比方说，190公里的时候，比方说啊，每立方米可能有100-200个这个，嗯，氢原子，嗯，就是100-200个，然后到1400公里的时候，可能只有几个，嗯，十几个氢原子，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差别。嗯，所以从阻力上来讲的话，呃，但是你实际上它这个阻力啊，根据流体力学，阻力是和你速度的平方，成对呀，正比的。因为它在所以190公里的时候一定是最快的时候啊。对，然后你速度最快，然后你的这个空气的这个密度又最大，是，所以到这1400公里的时候，你速度最慢，然后同时呢，你空气密度就是说这气最小，分子吧，我的原子密度又最小，嗯，所以实际上阻力相差还是挺大的。是。所以就是如果在这个190公里的时候出舱的话，还是有可能会感受到有风的。那就不知道，你穿着宇航服呢。是是是，这个和空间站绕一圈儿的时间差不多，空间站还是要对，更快一些吧？那个根据那个什么呀，根据大家可以这么想嘛，就是说等于万有引力什么这些的建设的基础，不就是开普勒三定律？你根据开是，普勒三定律，你也能够看出来它这个空间站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扫嗯，过面积应该是差不多。是。它的你像空间站应该比它低嘛，空间站应该是越低的这个一圈儿的时间越短，越高的一对圈儿时间越长嘛。对，它变成原轨道是700公里，空间站实际上都是要比它低的，就是500啊或者400啊都要比它低，但那个差的很小，可能差的很小。不到1分钟。嗯。OK，就是相对于6000多公里的咱们的半径来说，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对。这次最高到1500，又调整了吗？然后回到我750公里查到的是1400。出舱，对。面临舱外太阳离子辐射穿透啊，考验宇航服、飞船的抗辐射、电子抗干扰。对，这个辐射完了还是有一个电子设备的干扰，也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对，它还要我刚才漏了，它还要做一下这个飞船和卫星的激光通信呢，要做嗯，这个还实验呢。要做激光通讯啊。对，飞船龙号飞船和星链卫星的激光通信。嗯，这次对范艾伦辐射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以后深空旅行做准备嘛。肯定有用，对，对以后的深空旅行肯定有用。是。Maybe when only one person has a voice, there is nothing real 他在说，只有一个声音。一个声音的时候就没什么是真的了。是，嗯，对呀，就是这个很正常啊。是，这次对。这个有些人他是会发重的。我刚才就想，为什么要多一个气闸舱了？它实际上是这意思。对于一个小飞船，实际上多一个气闸舱可能意义不是特别大。嗯但是你对于像国际空间站这种将来的大型的航天器，气嗯闸舱是必须的。所以嗯的话呢，等于在龙飞船，在这个神舟飞船，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呀？叫做联盟号飞船。神舟是从联盟号演变过来的嘛。在他们那个时候，等于他要提前验证一些技术，那这个设计就传承下来了，后面的，OK，人都不愿意再去改。嗯嗯。像他们上去的时候，是每人都会有一件能够出舱的宇航服吗？还是说，像以前的话，上去可能有多少个人出舱，我们就留几件宇航服就完事儿了？你要不是指的是神舟飞船啊、联盟飞神舟船这飞船这种，类的，是有几个人出舱才带几个舱外航天服，那啊，玩意儿又贵又重的100多对，公斤呢是，，150公斤吧，顶俩人了。是，
因为我们看以前很多的这种电影，他们都是要在水下做训练，就是也是要让你熟悉这个航天服的重量。对，是。已经开始载人发射了，这么厉害。这个马斯 SpaceX 克应该早就载是发了人发射了，几次了吧？发了几个人了？几十次了吧？几十次人也发了几十次了吗？对，啊，十几次吧，大概送50多人次进入这个国际空间站。这种航天服主要就是用于太空旅游嘛，应该以现在后这应该是发展方向吧？我觉得可能未来都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吧。对，而且我看，对，说他这一次的宇航服就是舱内服跟舱外服是一件儿。对，它能做的这么轻便，它就已经轻便到了接近类似于舱内航天服，本身它也是从舱内航天服改的。NASA 的宇航服好像是杜邦做的，我觉得那也是很多人在一起做的。对，杜邦可能在里边提供了一部分的材料和技术。对，就是 NASA 的宇航服是 NASA 做的。1级也是2手的。这个1级，老范稍等啊，我看一下，这个1级应该是第4次发射，不是2手，是4手。你往上那个上一集菜单，有一个就看到图片这儿，你现在的这个文件夹都是那什么嘛，视频嘛，你往上调一级，第4，你看一下猎鹰9号的这个常用1级火箭的。我找一下，猎鹰9。4 OK， 不要着急。对，然后让我们来把它显示出来。走，看一下。好 ，OK。现在我们看到的啊，先注意画面的最右侧有一个绿框，一个蓝框。这个绿框这个用的这个助推器就是 B1083，这个助推器就是我们这次进行北极星黎明发射的这次的这个助推器。那这是它的第4次使用，它曾经是发过一个库尔8的这个载人，发过1次载人，然后执行了2次星链卫星的发射，这是它的第4次任务。然后在这个1083旁边那个显示的那个蓝色的这个框里是B1085助推器，这个助推器是在9月底要执行库9团的发射，库9团队的发射，也是发射龙号飞船。然后这个库9实际上是去那儿，当然也是去国际空间站干活了。这龙飞船，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把 Starliner 带上去那2个宇航员给接回来，明年春天。是，但是你说那2个人，其实他的飞船已经安全的回来了，你让他直接坐里边回来不就完事了吗？但是这不行啊！你从保证宇航员安全的角度，这是不行，你不能用结果来评价前面的判断。我们做航天的这个决策判断的时候，永远是来算概率的，永远是这样。所以绝不能用结果去推导前面的。但是从现在回来的这个飞船上来看，就是其实是安全回来了，就是也没漏也没炸，什么都没事儿。对，有可能是我前面建立的模型不太对，那我去修正我的计算模型。但是在我做决策的时候，我必须基于已有的模型。然后我多说一句，这个表格的最左侧这个 B1062就是7月28号，那么返回的时候发生了倾倒和这个爆燃的那个 B1062号，它是一个23手的1级火箭。到现在为止，并没有给他们用上这个超重啊，还有这个星舰都没给他们用上，现在还是猎鹰9加龙。对呀，现在不是才4飞，那筷子还没加成呢，飞船还没解决防热问题呢。对，等它那个玩意儿跑成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可能更多的人可以上去了。老范，那个发射刚刚推迟了，咱们可以慢慢再聊了，还有2小时26分钟发射。
啊，好吧，没问题。这是我现在把这个发射的不动了呀，对，是好像又卡在那儿。又卡在那儿了。我给你我到 切换 Twitter 上去一个，瞅一眼，我给你切换一个。再换一个。稍等一会儿，等它出画面的时候，你再那个给大家调出来就行了。它又推迟了，现在还有2小时25分33秒发射。OK，那我们先聊吧，对，继续聊吧。继续聊吧，聊然后完这个那个什么，咱们再扯别的。没有，就是说实际上那可以聊的挺多的。就是说刚才已经说了，这个28号从28号发射，然后就等于一直推迟到了现在都9月10号，经历了这么多次推迟。那在这期间，实际上航天这块儿也出了不少事儿，包括这个1级火箭的这个返回的时候的倾倒爆燃，然后也包括呢9月7号的时候 ，Starliner 飞船那就从这个国际空间站，然后就可靠分离，最后呢在这个安全的返回地面。我们就老范可以看一下视频9吧，给大家看一下视频9呢，我把 Starliner 飞船先看视频8吧，对不起，先看视频8吧，先看它怎么和国际空间站分离吧，然后再来看降落。从开始，我这是加速了的，这是加了3倍的速。你看，就是 Starliner 飞船这和国际是这空间站，个波音的那个飞船啊，推出来。对，退出来了。这是从国际空间站拍的，从国际空间站拍的。它咋不盖盖子呢？它这个盖子是在对接前它会打开，打开了之后应该这么着说，它有一个外盖和一个内盖，在对接前外盖先打开，然后这个和这个国际空间站对上了之后，那么这个再打开内盖，宇航员再进入国际空间站。在此期间，那么这个外盖一直就是说外盖是一直打开的，等于外盖和内盖中间所形成一个空腔区，这个空腔区有点相当于一个小的气闸舱，相当于你打开外盖，你并不影响成员舱内的，要不然的话，你一打开外盖之前，成员舱里面的宇航员不都得换舱外航天服了吗？你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然后它分离的时候，分离后过一段时间外盖会关上。OK，这就是分离。那然后现在可以看视频9。OK， 这是分离。然后看视频9的话，实际上待会儿咱们注意啊，现在有2个小伞，这2个小伞是你又没从最开始的时候。没事儿，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待会儿大家从最开始看的时候，它等于先是2个小伞，对，你看的很快，那2个小伞飞走了，那叫做牵引伞，它的作用是拉出这2个小伞，这2个小伞叫做减速伞，这还不是最后正式的伞，是减速伞。那飞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减速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再打开主降落伞，马上应该要开主降落伞，主降落伞3个主降落伞。拉出3个主降落伞，然后注意这个飞船的底部，待会儿会有气囊充气，充气之前它会把它那个防热大底丢弃，马上要丢防热大底了，注意了吧？丢掉了防热大底，然后气囊充气了，就是等于把这个 Starliner 飞船这几个过程，正好通过这一段视频。给大家正好展现一下，然后这个 Starliner 飞船它本身它设计的时候就考虑了2种降落模式，就是使用降落伞在海面降落，或者使用降落伞在陆地降落。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 Starliner 飞船这几次实验都是使用的是在陆地降落，它是降落在新墨西哥州的白沙靶场，那以后可能还要再进行海上着陆的测试，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次的这个星际黎明啊，北极星黎明是掉海里的。对，北极星黎明，龙飞船回来都是掉海里的。
你说它最后降落这一下，冲击力应该也是很大的吧？应该还好吧，肯定比这个，叫做什么呀？也不叫肯定，大概率会比咱们的神舟飞船要好，因为神舟飞船降落之前，它有一个小的喷气，喷一下气，最后做一下减速。但是像 Starliner 飞船，它等于就是这个气囊了。不过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气囊是就是说也是就普通的那个气囊就完了。这个气囊很可能也是一个很高级的产品，就也是一个很高技术的。因为我当时就考虑过这个气囊的问题。实际上这个气囊应该是我希望做到什么呢？开始冲的比较硬，然后一旦和地面接触，我检测到压力变化的时候，我想给你设计多快的最后的那个着陆的那个加速度，我就可以设置一个电磁阀，控制这个电磁阀的开启速度，放气，适当的放气，来使它的这个降落的时候承受的那个过载，减速的那个过载，人能够承受得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高技术产品。就实际上它相当于是一个闭环控制系统。是，咱再看看啊，说以前的宇航服是半硬的，感觉宇航员的动作限制很大。是，他以前他实际上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宇航员列昂诺夫做这个出舱的时候吧，他当时做的那个飞船是东方号飞船，然后飞船上面他那气闸舱实际上是一个充气胶囊形成的这个一个舱室，就一根管子，等于宇宙飞船很小，然后它那个飞到太空之后，那它的那个气闸舱实际上是原来是折叠的，然后往里充气，然后冲出形成这一个，跟那个儿童乐园里的那个充气房似的。然后列昂诺夫出去，但是当时后来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出去了，因为更细节的我可能还没太琢磨清楚啊。他实际上他出去了之后，结果发现宇航服胀起来了，因为宇宙这个外太空这个没有大气嘛，胀得太鼓了，列昂诺夫回不去了，就进不了那气闸舱了。最后没办法，列昂诺夫等于在太空给自己强制手动给自己的太空服放气，然后最后才钻进这个气闸舱，然后才回去的。所以以后的话，它这个宇航服要具有一定的硬性、刚性，实际上也是使当进入外太空以后，你宇航服不要胀得太鼓了。2男2女，对，然后倒数1小时，现在倒数2小时了。2小时17分。航天服会往哪个方向发展？我觉得这个可能应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2个方向吧，一个是就是说还有一种就更专业化的，就是说国际空间站那是一种，就是专业化，你是要进行太空进行大量操作的这种。第2个方向就是 SpaceX 这方向。对，就是对咱们普通人来讲，那咱们肯定是用那个第2方向的。对，像他这种东西，就是他这种航天服是没法说停在舱外几个小时把东西修好的。对，干不了这个，只能你出去溜弯，这是溜弯型航天服。SpaceX 也在 YouTube 上开了直播，是的，我们也在等他那边的消息。SpaceX 的 YouTube 上也有直播了吗？我在 YouTube 上看看吧。应该有。原来以为他以为他基本上他在 YouTube 上是没开直播，因为他原来一直是希望大家到 X 上去看，而不是希望他到这个 YouTube 上看。是，这个我觉得如果他要是在你说应该是合理的，就是他 YouTube 上应该会有。等会儿我查一下啊 ，SpaceX。他有频道，但是我看他的频道里头现在并没有直播在做。
SpaceX 官方频道最后一个直播是1年前的。稍等，我现在是 SpaceX 的官方频道。我这儿可能找到了。那他可能就不是在他官方频道。进到这 SpaceX 官。我现在是在 Twitter 上还看着马斯克发的这个直播。对，那就是那个 Lunch，也是在那儿转圈呢。是这意思，我再看一下，因为我这里也是进入了他这个 SpaceX 的官方频道。他官方频道里没有。他这个我看到的是有，但是他这时间不对呀。我看到的这儿的 SpaceX 官方频道那是负26分钟，而实际上这现在是2个小时15分钟。是。有可能是假的，因为好像有个印度人，好像是做了个假的哈。做了个假的 SpaceX 的这个，对。你可以研究一下他是为什么推迟了没有？他有没有解释？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他解释为什么。我看看，在 X 上他有没有发推吧？是。如果他这种可能性，实际上它本身任何一次航天发射的话呢，它是一个窗口期。本身这次发射的窗口期大概就有4、5个小时，所以它要推迟2个小时的话，那还是在窗口期内的。他现在选的3点38分是它的窗口期的前沿，我记得它的后沿好像是到7点多。所以他们现在穿的应该就是 EVA 了，是吧？对，他们现在穿的就是 EVA 了，只不过就是现在在等天气预报，有人在讲。对，有可能。如果天气没变坏，按时发射。其实像他们这种，只要发上去了，你早回来半个小时，晚回来半个小时，应该也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叫什么呢？荣誉度的。是，但是就是说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一定不要占用这个荣誉度。是。就是你不要把这个荣誉度在一开始就占用。这是就是说等于是一个原则吧，相当于我们就是不能允许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占用这个荣誉。是。北美现在是半夜2点，加州12点，纽约3点，估计没那么多人看。这种航天服务，我们能仿造得出来吗？你连它里面到底，你只能看个外观，你能做的外观和它差不多。对，你到底里头是几层，然后怎么做的，其实都不知道，除非是马斯克把它开源了。但是马斯克也有可能会干这种事儿。我觉得这里面实际上涉及好多。刚才不有朋友说这是杜邦吗？我相信他这个航天服的材料啊，有很多肯定都是来自杜邦的。是。所以你开源了，你那杜邦那材料也开源吗？这个但至少说我们大致的知道结构嘛，你就对抄这件事就容易一些嘛。我不好意思，我得稍微离开一下，水喝多了。然后那个什么，然后待会儿咱们要不然待会儿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这块儿？然后正好我没看苹果发布会，我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我也没看，我看看。待会儿可以聊一会儿，你先去厕所。天气变坏还有可能取消，这个是一定的。长颈鹿的原理，长颈鹿的啥原理啊？这个美国好像有80岁还坐航天飞机进太空的，前几天那个小姑娘还装了假肢也能上太空。对啊，但是有没有胖子上太空的？飞机失压了，氧气面罩掉下来，普通乘客身体还是可以经受得住这种低气压的。说的有道理啊，但是你像它彻底失压，我估计应该也还有个0.2、0.3个大气压，因为咱们就在1万米的空间去飞嘛，就是飞机上也就是1万米。睡不着看直播，给大家介绍一下 Jared 自己公司的主要业务嘛。
据说他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私人战斗机机队，另外讲讲马斯克自己开喷气高教机做特技飞行的经历，他最多也就飞5到6个 G，马斯克还可以干这个，哎，看啥时候马斯克把自己发上去啊？首先，马斯克他们就包括这个北极星黎明，他们训练的时候用的这个飞机，我看的好像都是一款叫做阿尔法喷气。实际上我比较喜欢这名字，实际上我好多命名，原来好多命名都用这个阿尔法喷气，Alpha Jet 这个名字。然后这是一款大概70年代意大利搞的这个教练机。它5、6个 G 可能基本上都已经是它的最大过载的极限了。对，我觉得它飞不到那么5、6个 G 的水平。是，对。开始加燃料了啊，这个现在还要继续等。这种航天服有保温，它肯定是有保温的呀，你要不然出去一晒就废了。对。Jared 是靠做比特币发财的，几十亿美金。Jared 其实主要还是靠股票啊，就现在我们不太讲比特币的事情了，因为最近比特币跌得很惨。是吗？现在跌到多少了？5万几，好像5万3、5万几。就是从高通的7万掉下来的。行，这是我的。哎，怎么点不动了？我这儿。我这儿现在评论点不了了，等我看一眼。啥情况？有的时候是这个什么的事儿。好像出了一点点什么故障，是吧？我看看啊，老范现在可能是临时重启一下，然后大家不要着急，稍微再等一下。反正今天整个的现场的这块的直播就一直是稍微存在着一点问题。我看看我这为什么 YouTube。我看看，但是最后的这个连接上还是需要由老范这儿来连进去的。我溜回来了。好啊。这个刚才我现在好像我的这个节点就是每次播到1小时呢就给你掐掉，我估计也是他们觉得这种直播太长时间直播会比较危险。然后所以我一般就是我已经碰到好多次了，最近就是到1小时给你掐了，不到1小时给你掐了。是吗？其实对范艾伦带的了解应当已经很多了，没有真正必要这么研究吧。对范艾伦辐射带的理解很多吗？我倒没有感觉到。是吧？哎，我记得刚才好像看到有一个范艾伦辐射带的一个视频。对，有，可以给大家放一下，就是那个范艾伦辐射带的。我觉得
现在油管上好多这个 SpaceX 这个好像是怎么像是假的呀？就搬运号嘛，这个他这很正常。时间不对，你知道吗？他这时间完全不对。就不用管那边儿，还是以这个 Twitter 上马斯克的这个为准吧。对对对，我觉得还是要以他的这为准，油管上的这个时间完全不对。嗯。这个大概就是泛艾伦带。所以就是说一个行星是不是可以适合生物生存，有巨大的磁场和自转或者什么这些东西，包括大气层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没有这玩意儿的话，就是上面的所有生物就都被宇宙射线干干净了。所以就是说，将来真的要是想去殖民火星，也就2种方法，要么就是我们一直生存在火星的地下的地鼠，地鼠式生活；第二种方式就是改造火星表面的环境，其中就包括了制造火星大气，也包括了要人造火星磁场。那磁场的话有几种办法，比如做火星地下的核爆炸，然后给火星内部加温，然后因为我们认为地球的这个磁场实际上是怎么形成，是因为我们地核很热，里面有这种融化的金属，然后地球又有自转，这些金属自转，然后形成的这样的磁场。如果要是想让火星也形成这个磁场，只有要给火星内核加温。所以就刚才说的，在火星地下做这个核爆，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航天的想的，就是我们搞一些带着单一电荷的这个卫星，发到这个绕火星的轨道上去，然后这些电荷绕着火星转，不就有磁场了吗？这也是一种想法，但具体哪一种更好实施，我不太清楚了。是。有人讲了推迟100分钟，是的。这么迟直播啊，没事，我们其实每一次他这种发射的直播都很痛苦，就是因为他这个时间非常不确定。实际上就是说对，实际上我以前干航天的时候，经常他这个你比如这次他推迟了，比方说是从28号推迟到现在，那10几天的时间，像我们以前也经常碰到，而且天气这造成的推迟实际上还是比较好接受的。就是说等于我们在靶场，你想啊，几千公里跑过去，然后都在靶场那个在那块儿生活，然后说是天气的还好办，最怕的是有一些技术问题。如果出了一些技术问题，然后判断的是不是撤场，说是现场解决，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解决，就一直在那儿等了1个月、2个月，然后就告诉我解决不了，大家回来吧。这种事情我都碰上过，所以就是航天发射，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东西。是。这个是水下训练，似乎主要是为了模拟失重和航天服的运动不便。这个例如这里 NASA 的大水池可以模拟航天员出航天飞机，然后移动行走去完成任务。现在正在改造水池上的设置装置，增加提吊装置，更加仿真模拟。这是现在计算机先进太多了，可以做了。是有很多可以模拟的东西。X 直播实在是你说。但是你人是不能模拟的呀，就是说你永远模拟不了人的感受。最重要的，作为有宇航员的话，人的感受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除了设备之外，所以你还得让他慢慢去适应。今年底 SpaceX 的另一个私人太空旅行是由一个中国人出钱赞助的，现在应该是外籍了，也是做比特币发财的。比特币的年底还有一次吗？我还没太注意，我倒是去查一下吧。窗口时间应该是很难计算的。是。说是这次的返回还是出了一些差错，例如有一个推进器没有工作，有一段通信黑了。这是说的哪个的返回？是那个
那个播音的那个玩意儿吗？到时候看一下吧，也可能是播音的。明天联盟号去太空站的相关问题吧。这个联盟号也算是非常成功的火箭了，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聊的。这次就是有一名宇航员叫丹吧，有这个一名美国宇航员，所以，怎么说呢？就是说，我听到的消息就是说是你别看美国和俄罗斯那在地面上吵得跟什么似的，他们在空间站上这个相互之间还是非常友好，然后合作的也很好。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就是说等于美国宇航员坐俄罗斯飞船去国际空间站，实际上没有受太大的影响。那些网上的整天在那块说什么不送美国宇航员去了什么的，我觉得那都是纯粹是在瞎扯，不会干那种事儿。你要干那种事儿的话，这个人这国家得多 low 逼了呀！哎，这种 low 事儿，可能别的国家也不干，啊，只是有些国家，比如跑到人那儿啊，日本人要照相，赶快把他拦住。推迟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可以趁机多睡一会儿？你坐在上头能睡得着吗？说不定还真有的人能睡着，因为宇航员是要经过这个训练的哈。当然，最典型的就是杨利伟，当时就是不是介绍过他那个心理就有多稳定，该睡觉睡觉，该干什么干什么。他们是经过这些宇航员不是专业宇航员，但他们肯定也要进行一些相应的心理训练。是。YouTube link 啊，这个没找到。对，蓝色起源延迟了发射 ，NASA 火星探测卫星这个错过了今年的发射窗口，为什么不是等2年，而是下年就发射？是改变了轨道，用更远的路径过去吗？对，就是因为跟火星之间的窗口是26个月还是20几个月一次嘛？26。那么是什么情况？它实际上是这样，我可以用，就是说，怎么说呢？大家还记得这个钱德拉火箭发射这个钱德拉号探测器，就印度的这个发射这月船探测器的时候，就是说印度穷，所以它的飞船从地球飞到月球，用了好像是10几天还是1、2个月的时间，我记不太准了啊。但是中国的这个发射这个嫦娥6号啊什么的，是3天就到月球了。说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因为印度穷，然后它用的是推力比较小的火箭。这个火箭发射入轨之后，它走的就是像咱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椭圆轨道一样的这个轨道。它是先是一个小椭圆，然后慢慢再做一大一点的椭圆。它等于总共变了5次轨，飞了5个椭圆，然后才进入地月转移轨道的。它这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用了5次地球重力来作为加速，为它加速做这种引力弹弓。那发射美国的这个就发射火星探测器也一样，最好的窗口的时候，我可能一次就飞过去了，直接就是经过一个椭圆轨道就可以把它送入这地火转移轨道了。如果我晚了发射的话，那我可能就要经过多个这个地火转移轨道，用地球重力把它加速。然后把它送过去，缺点就是说，这个过程中你这个探测器的飞行时间就变长了。变长了的话，如果要是对于无人的来讲，那问题就不大。有人你得上头吃喝拉撒睡啊。对，你要消耗很多重量出来。是。这个直接看 NASA 的直播比较好。NASA 没有直播这个吧？油管上有没有 NASA 的直播？有。我直播这个 Starliner 飞船就是用的 NASA 的直播，而不是用波音的直播。NASA。NASA 现在没有直播啊，有直播，
NASA 直播，它是有空间站直播吧？它不会有这个什么的。我觉得 NASA 应高该不会空直播，直播这个。空间站的，这是空间站的。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国际空间站的，对，它有2个空间站的直播。对，它的直播应该都是空间站的。它嗯，的空间站直播是24小时的，7×24，持续不断的播。是。我这里互联网出了问题，很多网站上不去了。但是 YouTube 可以，YouTube 其实为了让大家能看视频，还是花了老鼻子钱的。对，这钱肯定花的不少。推迟是天气原因嘛，现在没看到解释。对，有可能，很可能是天气原因，而且很可能是返回时的天气原因。是。马斯克是飞行员，自己会拥有 L39啊，捷克的。L39高级喷气式教练机，直到创办 SpaceX 的时候，还在飞特技啊。那马斯克，但我觉得像马斯克现在这个身材应该差点意思了。他前面是打那个斯美格鲁太瘦下来了，我觉得最近他又胖上去了。这种就属于坏人。就是假的，每次发射都这样。SpaceX 现在在线观看得57.3万啊，57.3万。这个量实际上对于对于油管来讲就不算什么哈。你这个量对于抖音来说更不算什么。我现在看到都已经不是57.3万了，现在是65.4万。是。65.4万。啊，这位朋友还当去时看的时候反登堡基地看过。推迟说是航线上有异物，那次任务是碰撞小行星测试改变航线。那天多云，几乎没看到发射，但声音巨响。这个以后有机会咱们可以去看看啊。然后是 NASA 水池，不是模拟人，是航天员真的泡在水里。是的。对啊，对，是这意思。但是你即使在水里，你的重力还是比较那什么的吧？你模拟不了太空中那时重，达不到。是。航天发射和航空飞行对天气的要求主要不同是什么？除了怎么说呢？除了这个，就是说你要不能航天飞行的话，肯定不能航天发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说航空发射，你关注的高度一般比较低嘛，你不会太去关注，比方说2万米以上的这个空中是什么样，对吧？航天发射肯定要关注这个过程的嘛。然后第3块就是说什么呢？航天发射，因为我要有遥测，我要随时从地面监测这些火箭上啊什么的上面的各个数据，所以你还要符合那些遥测的这些标准。大概主要是这3块吧。即将发射的 Crew 9也有1名俄罗斯航天员。是的。对。有人组队去看星舰第5发吗？美国的那些朋友可以自己去组队啊，我们现在星舰5发什么时候都不知道。对啊，这个差不多的时候可以试试啊。因为我应该明年会想办法溜去一次，因为我的那个10年美签到明年到期，所以我肯定会换去。就是因为它是在到期之前的几个月之内吧，你是可以去换美签的。所以我呢是准备找一个中介，到明年就是我的护照也到期了，就是我换护照换美签，换完美签以后的话，就我可能会溜过去一趟。如果明年什么时候能够有发的话，咱们可以去组队去看看。在咱们这儿还是有不少在这个德克萨斯的朋友的，可以去那个上人家里去借住去。去德州挺好。德州。
现在飞船预计是多会儿回来？不是号称扔上去5天吗？嗯。嗯。它这个现在是1个小时51分钟，我现在看到的对，是对。马斯克的帖子上。对，1小时50分37秒。感觉马斯克的星舰载人登火星就是吹牛。这个怎么说呢？很多事情就是它没有发生之前，你都可以这么想。我当时觉得就是马斯克说他那1级火箭能重复使用，我觉得是吹牛。就是说我是干航天的啊，我觉得当时他说1级火箭能重复使用，我觉得他是吹牛。现在我想想，我估计没有人会觉得他是在吹牛了。对，人家都10几20艘了。星舰今年估计最多也就再发射1次了吧。他可以等川大爷选举的时候再放1次。现在让川大爷去给他剪个彩去。对吧？我觉得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马斯克最近放的火箭，对吧？号称2年之内开始向火星发射这种载货飞船，4年之内把人送上去。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在这个时间点可以去聊一聊。说到这个，我倒觉得马斯克可能有一点点像是在怎么说呢？有一点点像是在炒作的这个事儿。因为我是个人，我是觉得能够做到这个的可能性应该是比较小的，还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真的是比较小的。所以怎么说呢？我看看啊，我这里面应该也有这图片吧。也给大家找来了这个图片。照片儿我看看啊，5和6那2张图片，老范可以给大家打出来，然后呢，给大家先看一下。我这儿正好给我点时间，我找一个动画，就是说美国实际上人家早就开始做这个火星取样了。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是说未来想载人去火星的话，最好还是等到火星取样回来，咱们对火星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你看啊，这第1张，这就是马斯克说下面这个人发的这个帖子的这个进度就是他的计划，这是第1张。再看下一张，That's a plan。然后咱看他计划是什么。然后这里到这儿。这计划就是说，对，首先说2年内发射无人飞船去火星，然后4年把人送上火星，20年开始向火星殖民。他说这是这个计划实际上不是马斯克直接发的，这个推文不是马斯克直接发的，是这个人发的。然后呢，马斯克只不过转发了，然后说了这个 That's the plan。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炒作的可能性比较大。然后我们知道在2020年的时候，那么这个美国发射了一个航天器，叫做毅力号航天器。这个航天器的话，它2021年的时候，到了美国，到了那个在火星登陆。然后稍等啊，我可能需要给你上传一个文件了。请稍等一下。实际上这个探测器呢，它就是叫做毅力号火星车。这个火星车它是用来在火星取样的。也就是说从2020年开始，美国就已经开始准备做火星取样的这个工作了，然后预计要大约到2031年的时候才能够把样取回来。所以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整个这个火星这采样返回这个过程大概要经过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它事实上是先从毅力号火星车从地球开始发射，2020年，21年在这个火星上降落，
然后降落了之后，它因为是火星车，它可以在火星表面到处行走，就在那个耶罗泽陨石坑里到处行走，然后进行采样，总共要采43管这个子样，43管子样，其中包括38管是岩石或者是土壤子样，还有5管是采这个岩石和土壤子样同时周围的这个空气子样。把这些子样采完了之后，然后美国会发射2个航天器。第一个航天器呢，用2次发射2个航天器。第一个航天器呢是飞到火星的绕火星的近火轨道，这个航天器叫取回器、返回器，就是说发到近火轨道，在天上绕着火星飞。第二个航天器呢是叫取回器，是要落到当时的毅力号这个火星车的旁边，然后毅力号火星车把这个子样交给这个叫做什么呀？交给这个就是取回器，然后由这个取回器从火星表面发射，取回器从火星表面发射，然后发射进入火星轨道，和刚才绕轨的那个返回器对接，对接完了之后，然后呢由返回器再送回来，整个是一个这样的过程。那我现在把那个链接你下一下，麻烦。这找到了，可以正好有这么一个动画，可以给大家正好也看一下。等一下，抓下来。确定。OK， 下载完成。对。然后再 video。开。这就是先发射毅力号。啊，这是已经是发射，这是取回器了。我们看，这是毅力号。毅力号看到这取回器来了，取样器落下来。毅力号已经在火星上采样了好几年了，然后把它采好的样。把声音关了吧。然后这是取回器和这个什么和这个就是在轨道上的返回器对接。然后再打回来。返回器回到地球。换句话说，就是说是从2020年开始，毅力号先飞往火星，然后到21年，毅力号在火星表面着陆。在这个过程中 ，NASA 就一直计划，最开始的计划是2026年发射这个绕火星轨道的这个返回器，2027年发射在火星表面着陆的取样器来进行这个取样的这一个过程。然后等于大概取完样之后，那么这个取样器在近火轨道上和这个返回器对接。然后要等到下一次地球和火星比较接近的时候，返回器才能返回。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大约要到2031年才能够把它取回。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现在可能因为发射的时间要推迟了，然后发射时间就等于后2次发射的时间要推迟，有可能要到2030年。我注意到今年4月下旬的时候就有网上就有说这个它这个取样都已经这个晚了，这个推迟了。然后说中国大概计划因为4月份报道说中国计划从2030年开始开始这个火星取样返回任务，说中国有可能比美国更早的取样返回。然后我觉得这个报道的话，这个我不知道这记者或者说这报纸那好像还是澎湃啊，报道到底他是怎么想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人家美国是从2020年就已经先去派去取样了。你如果将来中国2030年开始实施，然后又想抢到美国之前取样返回，那你取样的质量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难道就跟美苏当年登月竞赛的那样的，我就是先登上去就行了，登上去再说呗，对吧？是这个咱们要面子这么个过程。要面子不要脸。更有意思的是，今年9月5号，我在这个联合早报上看到一个报道，说中国又把这个2030年提前了，打算2028年开始就开始执行这个取样返回任务。我是不太明白这个事情有多靠谱了。咱们可以把火箭放上去，然后把他们那个采样车拎回来。也拎不动，拎不动那就冲上去拆呗。我在看那个，记得原来有一个美剧叫《太空力量》吧，就是反正也是个喜剧，也是中美2国号称是在月球上打起来了，一家拿着这个班子就去了，然后另外一家回来发现，哎，基地给人拆了。这个《For All Mankind》里不有类似的桥段吗？也有。是。是。我看看，这里面还有人在讲说这个去火星就是吹牛啊！星舰现在发射到火星的主要技术难点是不是主要是低温燃料的这个在轨加注？只要能实现该技术，基本就可以实现进入火星轨道的目标了。我觉得是这样的，其他的因为都已经就是只是 SpaceX 能不能买到这个技术了，或者说他自己研发出来。如果要是不考虑这些东西，假设人家他最后能获得这些技术，那现在没掌握的就是低温推进剂的在轨加注。这个感觉月球采矿还算靠谱，去火星没什么经济效益，不太靠谱。实际上是月球采矿，既然感觉比较靠谱的话，那实际上火星的话，不光是采矿的问题，火星主要是还真的就是殖民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说，从人类来讲的话，真不可能就永远只生活在地球上。你能想象，比方说20万年或者30万年，假如那时候人类还存在，这个文明还一直延续下去了，然后人类只生存在地球上吗？那肯定不是这样。如果要不是这样的话，那从哪儿起步呢？最大的可能就是火星嘛。是因为我看到说这一次这个就是它的这个黎明号发射，这个它就是想去做一些实验，为未来建立月球基地去做一些准备，就是这个亿万富翁就准备去干这件事情。那么那可能是马斯克是建议直接去火星。对，这是2次商业任务。我觉得就是说想干也是这个伊萨克曼，对，他想他的一个发展方向。其实我觉得商业就是这点好，就是反正我们有一帮的亿万富翁，他们都有钱，每个人呢都愿意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就不定哪个就能做成，哪个就做不成。对啊，实际上就是这样啊。然后可能还有别的人，现在还有一种想法是什么？想去这个金星，想去探测金星嘛，就是说在金星移民呢。只不过它的金星移民的话是这样，金星表面温度比水星还高，450度到460度，然后它那个地面上表面的话还经常下硫酸雨，
所以开始人们认为特别不适合生存。然后但是就有人说，但是金星的这个还有一个金星表面的大气压力是地球表面气压的90倍、92倍，大概是这样，所以一去都给压瘪了。所以说金星不适合生存。然后就有人说，那干脆我们就在金星上建造空中之城嘛，就是建几个大飞艇，就飘在这个金星大气的上层，因为金星的这个大气密度高，是吧？我那飞艇能载重量是地球的90多倍，好吧，是地球的90多倍，所以我就可以就跟那个宫崎骏的那个天空之城似的，我就建一个空中之城，就飘在金星大气的上层，也可以生存啊。然后需要采矿的都是无人的设备下去采矿去，就完了。也有人是这么想的呀。是，因为要是有哪个大航海时代，其实我们去比较一下，它第一个出海的成本并没有现在这么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只要出去了，你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啪把旗儿一插，说我宣布这里是我的领土啊，然后呢马上就可以采到黄金、香料，然后各种的这个宝贝回来，甚至最主要的其实就是黄金。黄金回来以后呢，你就可以马上的卖钱去这个让一个国家变得很富有。那么在这样的话，它等于有大航海时代。而现在这种太空殖民时代的话，就是我们能够直接看到的收益其实没有那么多，就它等于两边的成本又变得非常高，对技术要求也很高，然后另外一头呢，收益呢又没有那么明确。所以的话，可能现在它的这个要求的起点更高嘛。是，我觉得就是说，现在你的确是看的不那么明确，但是未来带的收益有可能会很大。只能是就是用这种移民的这个来讲吧，就是说地理大发现的那个来讲，你拿它来做类比。至于最后成不成功，我觉得就是说马斯克成不成功，可能本身对马斯克也不是特别重要，他反正把这件事儿干了，然后事实上这些钱也不是他的，是他的那个什么。挣的钱怎么说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把这些钱给他做了这些事情以后，我觉得人家会就等于你最少有一个目的达到了，就是马斯克这个人肯定是写入史册的人。他可能比很多那些领袖们什么的在历史上肯定更拥有更多的这个内容在这里面。是吧？似乎星舰去登陆火星不是那么困难，就别回来就行了。对。以火星的条件，在火星大气被太阳风吹跑之前，有一定生命存在，并不意外。这玩意儿我告诉你，真要有生命还吓人了呢。你去了以后发现，这个生的病在国内地球上没见过，这玩意儿瘆人了。说到这个，我正好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我昨天就放了一期视频，讲的是海盗号的在火星上做的生命实验，大家可以先去看一下。然后我应该在明天吧，明天我会再放一个，就是讲刚才的这个毅力号的这些事儿和它后面准备怎么发展的。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我也今天也刚刚把那个弄完。对。要是真做到由毅力号现场拍视频，看到取样发射飞离火星啊，那就很震撼了。他应该会拍，但是呢，拍完了的这个视频到底多长时间能看到就不一定了。没问题的。那个毅力号，就是说是啊，我现在手头就有好多毅力号拍这个。就毅力号这次去，他还带了一个叫做机智号无人机嘛，我就看过他们俩互拍的这视频，这视频在油管上也有，就等于是感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看，就机智号拍毅力号怎么样，然后毅力号拍机智号怎么样的。如果是将来真的是就是说放这个
取样器落到毅力号旁边，你放心，到时候你能看到2个画面，一个是从取样器在拍毅力号怎么把这些样品送过来，然后是毅力号拍这个取样器是怎么落下来的，就跟刚才动画一样，怎么落下来的，然后怎么走的，都能拍下来。是，这几天大国航天是宣布要成为头一个取样返回的国家，而且计划又提前了。是的，刚才我们讲到这儿了。这个大国永远是这个叫天有多大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抓一把火星土壤带回来，就是取样，没毛病。哎，关键是你得能去，还得能回得来。我觉得有可能是现在正好就是你们那儿都稳中向好嘛，所以要有一些来提振一下，是，对吧？是，都稳中向好，要提振一下。国内的取样啊，感觉也是瞎取样，不做科学甄选。这个我觉得啊，没必要去这么猜测国内的这些航天和科技人才，对吧？这个我觉得我们并不缺这块的人，只要真的能有机会发上去，他们还是会很认真的把这个尽量不浪费任何的这个机会吧。对，他会在自己可能的范围内尽量的去做，但是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有可能他还有一些更高的要求，就是其他更重要的任务，要满足一些更重要的任务。因为我是经常讲一些创投啊什么这种事儿，对于我来说，就是任何脱离商业逻辑的这种其他逻辑都是扯淡，就是先讲政治啊什么的。对，对于像你这样，比如说从科学和技术角度出发，任何脱离科学跟技术逻辑先讲政治的也都是扯淡。但是对于有些其他的管理者来讲的话，他们可能觉得政治的角度更重要。是，对。金星大气环境改造太难，是的，刚才我们也讲了，不改造，直接飘在上面。技术大停滞了啊，所以人类主要在地球上居住还是合理的，科考站还是可靠的。这个不知道讲的是哪一段。条件最好的是土卫6，对，据说是土星的几个卫星是跟咱们这儿比较相近。现在还有一种说法是准备到小行星去挖矿，就直接跑到小行星带上，然后把矿挖回来，然后人就不去了，或者有人说这个还能看到经济利益。对马斯克来说，成为太空哥伦布的诱惑应当很大。是的。对，而且他如果真的做到了的话，那个什么以后的话，就有点像咱们那个什么本纪世家列传马斯克传，将来是马斯克传。对，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像现在讲的这个，哥伦布，好像很多人讲他其实也是有很大的这种欺骗性在里面的。他最少我不是说就没到美洲本土嘛，他应该是到的外围，到的是外岛。是，没有，就是他去的时候，就是他自己其实对于地理啊，对于很多这块其实并不是那么懂，而且他做的很多的预测呢，其实也都是没有那么靠谱的预测。那本来就是这样，你觉得马斯克做的好多预测靠谱吗？是，就是最后他还是跑圈了呗，跑了一圈回来。如果本次任务返回时天气原因无法返回，技术上是否可能紧急对接国际空间站？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轨道不一样。你那个轨道的差别，你到时候是否还有足够的燃料去变轨，然后去和国际空间站对，那得好好的去看一下。我觉得有可能会有人做相关的预案。对，但是你做这类的预案，还不如就是说启用备份的这个返回方案。备份的返回方案包括提前返回，然后包括落到别的地方去。落到别的，你就像神舟飞船不是也有备份着陆场什么的？对。
所以的话，它还有好多其他的方案。从这几个来讲的话，如果我们把国际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对接也作为一个备用方案，那个应该是排序是比较靠后的。应该是比较靠后的。它应该有可能提前返回。提前返回是最高的，然后换另一个这个着陆区域，就着海区域是第二的。哥伦布就是创业者，忽悠国王王后风险投资，是的。就那个时候，欧洲的大量的王室就是喜欢投资什么航海家呀，然后投资各种的这种音乐家、画家、什么艺术家，这都是他们喜欢投资的东西。对，而且这些航海家呢，等于拿了这些投资，然后也等于拿了授权出去以后，然后你到了那个地方，咔就可以往地上插旗儿了。我代表什么什么国王、女王，然后宣布这块领土属于谁谁谁所有。对啊，所以，实际上总的来讲吧，我觉得总的来讲，实际上就一条，人家不管怎么说啊，人家的那些就是欧洲的这些，你不包括甚至包括欧洲的战争啊，或者是你包括他的这个探险啊什么的，人家都是要讲回报的，人家都会去算一个投入产出比。可能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更 idealist。中国呢，其实自古以来好多事情不太一样。一方面呢，就是其实皇帝也是一个没有退出机制的职业，就是他一旦上去了以后呢，你除非死，否则你下不来，对吧？或者说甭管是你自己死掉了，还是被人干掉了，否则你是下不来的。那么大家就会有一个这种叫终极的这种追求，说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坐下去。那么对于他来说呢，就可以叫不计任何代价去做很多其他的事情。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其实这个讲道理的这个职能呢，是被儒家整个拿走了。所以呢，他们就来我们来去编纂这个，我们应该如何讲这个道理啊？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出去航海呢？一旦出去了以后，他们就可能裂土分王，对吧？就天无二日嘛。你不能出去以后又多出一个皇上来，这个事儿是不可以的我们太远了又管不了他鞭长莫及因为呢有这个越南、泰国等等一系列号称是从中国分出去的这些人自己成为了国王，成为了皇帝，对吧？你拿他也没有办法那么这个事儿是不行的，所以呢就坚决给你找了一些理由，说不允许去航海。而且这些就是江南世家的这些文人呢，他们其实自己都航海，自己走私，自己做这些事情，然后就找出各种理由来不让别人去。对，这也是中国比较特色的一个地方，就是他很多东西他就是我给你讲道理，但这个道理怎么讲就看他了。对，所以现在还有1个小时23分。对，这个我们看到了，对马斯克来说这个也看到了。如果这也说了，宇航员在飞机上坐了3个小时了，真担心他们要上厕所，要吃饭。这个正好我可以跟大家聊聊我先聊这个宇航员上厕所的事儿。这个宇航员的特别讲的是宇航员在飞船上上厕所，不包括在国际空间站上的。那当时这个加加林最早的时候坐这个飞船要去这个上，他是第一个宇航员嘛，进入太空的时候，然后呢也是要提早好早就要去。他作为第一个宇航员，说句实话，他虽然心理素质好，但还是紧张，所以在路上他就内急了。然后后来呢，等于就是这个车停路边上，然后往轮胎上撒了一泡。然后这是苏俄宇航员的惯例，起飞前必须往轮胎上撒泡尿。OK， 好吧。现在是直到现在直到现在。然后说美国的这个宇航员呢，也是说是这个我忘了是谢伯德还是辛格伦了，好像是谢伯德。
也是因为航天发射，然后那时候刚做的这个宇航服也没考虑这些东西，结果后来在这个等着发射的时候，然后宇航员也尿急了，然后就是说想说又没法脱了宇航服，那时候一点设备都没有，结果呢就报请说我能不能就尿在宇航服里，后来地面上经过2个多小时讨论。告诉宇航员说行，你就尿在宇航服里吧，然后就尿在宇航服里了。再往后，就等于给宇航员呢，就是说配一个尿袋子，配了一个尿袋子可以接那个尿，然后但是尿袋子也不舒服啊，然后后来呢就开始用尿垫儿，纸尿垫儿，纸尿垫儿研制成功了。后来就有了现在儿童使用的尿不湿什么的，是这么来的。OK。好吧，然后大概对21世纪初的时候，还出了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是美国有一名女宇航员开车，大概相当于从西海岸吧，从加州相当于一直开到，比方说这个东海岸，开到纽约去了，要去追杀她的一个情敌。全路上整个过程中，这个宇航员驾着他的私家车，然后呢就没上过厕所，停车就是加油，然后呢买了一大堆汉堡，就在车上吃，然后就一直开到从西海岸一直开到了东海岸，没上过厕所。后来人家发现为什么呢？然后就是因为他用了航天员的尿垫。OK。所以就是尿垫儿对于追杀情敌还是很有帮助的。是。这个还有半夜偷着直播的，这看来也是在美国。这个讲回报就要讲点理性，这个怎么说呢？这种事情，甭管是大航海还是现在探索航天，都不是纯理性的人能干得了的事儿。要有一点激情。是。讲的20万年人类是否主要居住在地球上，如果还没被 AI 取代，技术不会一直指数型发展，更有可能是一条 S 曲线，是有渐进线的。这个事儿呢，真不好说，真不好说。其实你看这个咱们的整个的科技发展，第一次应该是一个偶然吧，我觉得就是人类开始聚集种粮食，那是为了去敬神啊，就是说我们因为要去给神做一些这种就是祭祀行动吧，要把大量的人口聚集在一起，然后慢慢开始进行农耕。这个我觉得算是人类的第一次比较大的这种科技进步。然后呢，大概是有个2-3千年，这个整个的生产力其实没怎么进步。后来是到蒸汽时代，然后又一把开始爆发。而且从蒸汽时代到现在的话，人类科技可能一直是在快速发展，但是最近的20多年呢，又稍微有些停滞。因为最近20多年的很多科技其实是发展在虚拟端了，就是在网络上，在很多的这样的这个就是计算机啊、网络呀、数据啊，在这块在发展。现在就讲说，哎，我们做的波音的飞机可能是几十年前的，可能是70年代还是80年代设计的，然后我们现在用的各种东西都是这个至少有个30-40年了那种玩意儿啊。然后现在可能唯一用的比较新的东西就是各种芯片，对吧？这个什么5纳米芯片、3纳米芯片，然后其他东西其实都是很旧的。所以现在你说到底是一个马上要再爆发的一个状态呢，还是说我们已经快要进入了一个就是又趋近于平的一个状态？现在不好说。从我个人的看法来说呢，一定是说我相信我们准备是要往上一个地方再去做大跃迁的一个时代。对，我也觉得是，但是你如果要是这么把眼光放长一点，人类认识的这个还是越来越快嘛。你比方说从只会用火到蒸汽机用多长时间？从蒸汽机到内燃机用多长时间？从内燃机到原子能又用多长时间？现在觉得慢，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理论物理这一块没有突破。
理论物理一旦突破，马上就那什么了，马上就爆发式的发展了。其实你就这么想，在这个整个的技术或者说这块没有大发展的时候呢，也会有人，比如说造个金字塔呀，造个长城啊，造这种东西出来，就属于叫工程奇迹，就这种东西也是会存在的。工程上的。从发射开始计算，计划的返回降落时间现在就可以精确到分钟吗？应该不会。从发射就可以计算，应该差不多吧。基本上可以规划出来，就是说我们可以规划出来。但你比如说到后边会不会说，哎，这次稍微差点，多飞一圈吧，然后这次差不多了，下去吧。那多飞一圈的话，90分钟又过去了。对，但是老范是这样的，我们肯定有一个第一方案，就是说有一个第一方案，第一方案肯定是这个精确到分钟的。然后再说这个第二方案、第三方案，甚至就包括这个宇航员进入国际空间站，它也有一个方案，大概哪天、什么时候，然后什么时候回来，它都有。也不尽是忽悠。奥斯曼帝国紧握近东一带，西班牙向亚洲贸易走陆路南走啊。若证明地球是圆，向西航行的这个就能抵达亚洲，就能够避开奥斯曼帝国的陆路阻碍。这个也算是一个目标吧。就它都是还是有这种很大的商业诉求在这里的。但其实就是说什么意思啊？我就说一下，地球是圆的。实际上，古希腊就有人就已经能够认为，很多人都认为地球是圆的，包括他有好多证明嘛。那个包括比方说远处的船先看到帆，然后才能看到船什么的。但是曾经有一个人，名字我忘了啊，他甚至已经精确地算出了这个地球的半径是多少，和现在的偏差是非常非常小的。他是怎么算出来的呢？他是因为有人告诉他说是阿斯旺还是哪儿，然后呢，每年的某一天，他的那口井里面没有阴影，或者说立着的树干子没有阴影。现在我们知道是因为那时候太阳直射它了嘛，完全直射，所以就没有阴影。然后另一个城市可能是吉萨附近，那儿就有阴影。那个城市实际上就没有阴影，那城市实际上正好在吉萨以南700-800公里那个位置。后来他就量出了这个距离，量出了这个城市和吉萨这边的距离，然后由此他第一个看到，他说有的时候有阴影，没有阴影，估算出了这个地球，估计地球应该是圆的，然后把地球假想成圆的，再根据吉萨和这个没有阴影的这点的距离，然后呢，他算出了地球的这个周长，大约是现在的4万公里。当然，他现在他算的那个是经度，就是纵着绕，不是咱们说赤道这一圈，是绕着南北极这一圈，大概是4万公里。那也和我们现在知道的很接近了，只不过就是什么呢？就那个时候的，像你等于从一般人的思考来讲，那个可能逻辑上要更复杂一些，好多人可能不容易理解。哥伦布实际上第一个环球航行的是麦哲伦嘛。他是真正完全实现了一个环球航行，那只不过别人更容易接受而已。但是那个认识，实际上你要说个精英知识层，可能早就认识到，当然不包括中国的精英知识层。是，然后也有人说了，说这个飞船是没有跟这个对接的接口的，说这个接口如果装上的话，估计这个重量也是无法承受的。接口应该。西方标准的这个接口应该还是比较轻的，你能看它那结构还是比较简单，比俄罗斯那个显得要简单的多。然后我觉得飞船，如果你那个接口来回来去拆的话，实际上也是会降低可靠性的，拆的可能性不大，因为那个接口上还有好多电气接口呢。这个在讲内急的事情，我们就不研究了。发射前是酒足饭饱啊，还是这个处于饥饿呀？
它不光是发射前，就是实际上在这个，我刚才说的早期，我再跟大家聊点还有时间嘛，正好再跟大家多聊聊。早期的那个宇航员，因为那时候也没有空间站什么的，他在太空执行的任务都很少，所以那些宇航员一般上太空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大家做个肠镜嘛，啊基本上要排空，全都排空了。 ，OK，然后少一点你只尽量能喝水吃一点。啊，或者是，含有这个能量的水，可以在这个船上，这是一种情况了啊。嗯然后呢，后来慢慢的任务时间长了以后呢，那个如果要是没有空间站啊什么的，或者说飞船里面放不了这种厕所之类的，嗯那它有可能会产生一种情况，实际上就是让你这些宇航员吃基本上没有残渣的食物，比如巧克力，就是嗯低渣食品，就是嗯尽量吃这种低渣的物质。那后来慢慢的有国际空间站，有空间站或者苏联的礼炮啊，这些的空间站有了。那时候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最开始是用那个袋子，用袋子来接的，然后慢嗯慢的发展到现在的有厕所了。嗯对，关于空间站上的厕所，实际上我这儿也有视频，只不过，嗯，如果老范呢，想看吗？如果要是看的话，你把音量关掉。可以啊。我找找啊，我看看我能不能找到。我这儿的好像你先速跟大家度有聊会儿。问题。好，没问题。我先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啊？S 曲线的渐进线很难想象这个几何。是的，下一个爆发的是机器人 AI，能做复杂数学推理之后，就可以把科研向前推进了。其实，在计算机出来的时候，我们的整个的科技就已经开始狂奔了，等于它有大量的原来算不了的东西，现在可以快速计算了。飞秒激光不是刚获得诺贝尔奖吗？感觉如果能突破，那就可以造出纳米还低的芯片了啊！这个芯片还要看再往后一步到底向哪个方向发展。精力好厉害，对，你是精力比较充沛，我已经觉得快要不行了。这个还有一个啊，原因是大众现在的物理不行。我在大国给大学生推荐时间简史，这说是有两种人，一种可以看懂，一种看不懂。后来发现跃跃欲试要看的没几个反馈说看完了的，不要说是不是懂了啊？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物理也好，数学也好，都已经完全发展到了超出了普通人认知的水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么长时间来说，这个虽然它的精英阶层的数学知识和物理知识在快速发展，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的这个接受范围一直是停在那里，没有太大的变化。到现在美国不还有一堆地平学说的人吗？AI 会不会没办法创新？AI 的极限，这个我是不相信的。AI 其实是可以做非常多创新的，这个玩意儿就跟计算机一样，你说计算机你不给它下指令，它屁也算不了，对吧？那么现在开始有指令下来了以后，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原来我们要计算的东西快速的算出来。EVA AI 最基本的目标是集合人类所有知识之后的全知。这个至于机器人还是指望能量存储再有一个飞跃，其实不一定呢。机器人完全可以拉根线的。稍等一下，有一些正在上传。不过关于那个厕所的，我还得再找一下。但是我正好找到了有这个舱外，正好介绍就欧空局的在介绍这个舱外航天服，正好可以大家看看，也能够和那个 SpaceX 的这舱外航天服可以做个对比。是是，稍等一下。
既然返回降落时间可以精确到分钟，天气预报也可以做到5天以后的这个分钟级精确嘛。其实我觉得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冗余度的。对，有冗余度，但是，天气的话，你有的时候你还是可以把它看成一个混沌系统。就精细化的看的话，它还是一个混沌系统。感觉平时天气预报下不下雨都只能看个大概，小时级别的都做不到。这个他们还是能够做的一些更精细一些吧，比平时用的。肯定的。你比如我们最后发射前的那些预报全是小时级的，甚至更频度更高，半小时级的。微信上给你发了一个，我看到了，这个是欧空局介绍这舱外航天服的。是，再找一些。好，下载。我天，600可以给大家看看。是，把那2个航天服正好可以对比一下，是就能看出来这个售后能看到舱外航天服的。好，然后 video file 是 ISS 是对，开国际空间站。对，我们把声音关了。对，然后我来给大家稍微说一下，这就是介绍大家看这个国际空间站上这有多大个？那它等于就是我刚才已经介绍了如何入舱出舱，然后像国际空间站这块的话，等于是宇航员先是穿好衣服，然后进入这个气闸舱。它等于国际空间站上的这个宇航服的，就是说空间够大嘛，宇航员就可以先穿好他的舱外航天服，然后再进入气闸舱。进入气闸舱之后，那么气闸舱再减压。那像是在这个联盟飞船，或者说当时那神舟7号飞船，它内部的空间就非常非常小。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就只能把这个宇航服就放在气闸舱里。你进去之后，先进入宇航服。我天，这就是个穿法。可以稍微看一下，还是比较如果你拿这个去和SpaceX 那比，是不是就差的很多了？所以这以后就是专门你得干活的才干这个，才穿这个。但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会向慢慢的小型化和这个舒适啊或者什么那块发展。会，但是就是关键就是说你的能发展到，就等于是对这种的话，它的功能性更强。然后就等于是希望它的功能性更强。是。功能性优于这个轻便性的要求。是。对于这种类型的宇航服，但对于也会慢慢的变化，也会慢慢变化。对，但是对于像 SpaceX 的那种宇航服呢，就是希望它的轻便性要优于功能性。对，是，就是等于侧重点不同。你看它然后还要系这个安全锁扣。是，这么老大个儿的玩意儿。我记得那个当时是零式战斗机上面，很多人为了这个做动作方便，不带降落伞上去。把人扣上。就更轻一点是吧？零式战斗机是很轻的。是。零式战斗机，但是零式战斗机基本上是打一下就碎了。
它铝合金的嘛，最早的铝合金的啊，又有一个，等一下啊，宇航员怎么在太空做健身？我那个什么还在找，可能我给它放到 NAS 里了，放到 NAS 里找起来就比较比较慢了。你可以下一下那个，第二。正在下。好。OK， 然后关掉声音。对，这是太空如何做健身。OK， 你在这儿先扯一会儿，我也需要去处理一些事情了。没问题，正好给大家也来说说，现在就是讲他这个太空做健身。实际上在太空呢，主要的大家面临就是说宇航员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太空失重。失重了之后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上的，特别是下身啊，你承受不了，没有这个重量的限制，没有重量加载在你身上以后，你可能就会造成，你的时间长了以后会造成肌肉萎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在太空的健身的话，最主要的还是一些基于身体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训练。那在这肌肉训练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实际上最简单的就是像什么呢？就有点像我们以前做扩胸器、拉力器，就是那样的东西，使用弹簧啊这一类的设备，然后来进行的一些肌肉训练。然后使用这个的优点就是什么？它既可以用于在地面的这个既可以用于上肢，就是胳膊啊这些的肢体的动作，也可以适合于用于做下肢的这个肢体训练。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现在就是屏幕上等于显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等于就是在叫做什么呢？叫做在太空中主要进行肌肉训练的一个状况。你看。对，你看他现在把脚固定住，然后两边的这个绳子来进行下肢的这样的肌肉训练，包括跑步这一类的东西。这就是等于宇航员在太空健身的这一个状况。然后我看到有朋友在这儿说这个，关于天气这一块儿的，说是不是下个这个什么墨迹天气就可以了？墨迹天气的这个现在能够提供的这个服务，恐怕对用于航天来讲的话，还是显得要差了一些的。如果要是在航天上的话，还是我们会购买专门的这种服务。所以我刚才说可以1小时一报，那个是最基本的了。如果你需要的更好的话，那会进行密度更高的这个就是你可以购买到甚至半个小时，甚至15分钟一报。因为我们以前对天气预报比较差的时候，那时候没有卫星，那时候天气预报基本上都是不够准的。那后来有了卫星以后，对一些我们可以看云图啊什么的这类的东西，然后预报就开始稍微准了一点儿。但那时候为什么大家还是觉得不够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卫星数量不够多。那现在随着航天技术的发展，现在的这些气象卫星基本上都开始慢慢走向一种星座化的这个程度。在星座化的这种气象卫星的情况下，那就会使得，怎么说呢？就会使得这个天气预报，它的准确度会比以前有非常非常大的提高。
主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的天气预报还是会比以前好得多，尽管还不是特别准，但是我们从准确度来讲的话，现在的这个天气预报吧，就会比以前准多了。而且现在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也更强，所以我们用现在也就是说更多的这些云图啊这类的图，然后呢进行相应怎么说呢？就比方说同样是在预报3天之后，由于我们现在的计算能力更强，所以我们现在算出来的这个结果也要比原来的那个计算结果要准确，从准确上讲来要更准得多。因为原来的计算能力不够强的时候，有很多参数我们就都把它忽略掉了。但是现在计算能力够了以后，很多原来忽略掉的参数，现在也就都被带入到了这个计算模型里面，这就造成了现在的计算天气预报的结果是要比以前要高了很多的。然后这个 Yan Wan 在这儿说，因为天气预报对于民间的报道也就是个简报，不需要不需要跟我们报道很多的东西。Yan Wan 这句话这个就说的就是非常正确，所以的话就是说等于你们那是免费版的预报，我们这是收费版的预报，所以的话差距还是很大的，差的还是相当大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稍等啊，我看一下，我在那个厕所还没找到，我把它扔到 NAS 上，好吧。等一下。稍等。请给我点时间。OK，大家请稍微等一下，待会儿的话从老范那块儿把它给播出来。我现在找到了几张图片，我录的那个视频现在还没有还没有找到。OK，我看到老范已经来了，在老范那里面，老范我没有找到那个马桶的视频，我忘了记在哪儿了。但是呢，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链接回来，我去点开它，然后，对，我现在给你发了几个视频，几张照片，可以请大家来看一看。等一下啊，请求是这太空舱如何健身1是吗？是太空舱如何健身1？不是，微信上的，就是有照片是吧？那就没有新的这个视频了。对，你先把那个照片给大家先放一下吧。那等我一下啊，我先得研究一下怎么把它弄出来，多选，把他们这几张照片都选中，然后保存。这个为什么发不过去呢？然后在这里4 OK， 错了，这个照片好小，
对，这个照片很小，但是我有一个动图一直发不过去给你。动图就没法说了。等一下啊，我看看能不能把它放大一点。那个，哎，照片，我没找着这个在浏览器里怎么放大图片啊，好像是这样。加好，对的，这个就大了。然后，先把这个拿下来。这个然后有朋友问说已经发射了吗？还没有啊，还没有发射呢，还没呢。应该还有这50分钟。是什么？这反正也这是一个美国或者西方的这个厕所。我看看，这应该是西方的吧？好吧。这是俄罗斯的还是西方的？等会儿我看一下。这是哪儿的？看着。这是俄罗斯的。这是俄罗斯的。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对，这个厕所的话，基本上类似于飞机上的。飞机的那种真空马桶的时候，只不过是我们上完了之后有一个按钮一摁，它底下有个抽气，啪一抽，把这个脏东西都给抽走了。但是在这个国际空间站上啊，他们用的这个的时候呢，那这个厕所呢，实际上你坐上去之后，你一摁开关，它底下就是一直持续着都有抽气。人吸因为在在上面。飞机上，对，在飞机上的话，你还是不管怎么说，还是有压力的嘛，就是有重力的嘛。所以的话，它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就是说是重力做功，它还能保证你的这个排泄物会在最下部。但是如果要是说你把它放到了这个太空的话，没有重力了，所以它要一直保证一个负压，把你吸在那儿，然后把那些排泄物给排出去。然后咱们看下一张照片。但是俄罗斯这看起来就显得稍微简陋一点。这是美国的。对，这是美国的，这个显得就相对来讲就更方便一些。对。然后老范再看下一张照片。但是下一张跟它是一样的，跟那个俄罗斯那个是一样的。你是给了我2个俄罗斯，不是，跳过那2个，因为蓝的那个发了一遍，是 OK 好的，最后一个。我找一下，这个就是咱们看到的这个空间站现在是长这样啊。这美国这个厕所也是最后来的厕所，它旧厕所实际上后来就报废了，结果很长时间，美国的西方的这些航天员啊，要上厕所的时候都得去。我们知道国际空间站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美国西方这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俄罗斯部分。俄罗斯宇航员什么的都待在俄罗斯这边，然后那些舱也都是俄罗斯的。美国他们是待在美国这边，然后舱啊也都是欧洲或者美国、日本的。结果现在的国际空间站上，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啊，那个在国际空间站上，宇航员要上厕所都要去俄罗斯那边上。美国就是说西方这边的厕所坏了。后来大概在2021年、22年的时候，终于让这个天鹅座号货运飞船送了这个现在屏幕显示这个厕所过去。也或者叫马桶吧，叫马桶吧。这个马桶呢，价值1.5亿美元。好贵啊！好吧。然后它是第一，它是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给吸进来，吸下来了之后，然后能干湿分离，你知道吧？然后干的东西，干货呢，它自动给封成一个一个小塑料袋，而且自动打标签。就等于你宇航员上厕所时候要刷卡，刷完了以后，它自动给你标记上年月日，知道谁是谁啊？对，因为有一部分这些干货是要带回地面去进行化验的，还有一部分呢是到时候是怎么处理呢？是比方说有货运飞船来，把这个货卸完了之后，然后把这些的干货什么的放到那货运飞船里，那货运飞船就和国际空间站分离。再入大气层时候烧毁，然后就在那里烧毁了。
OK，但有一小部分是随载人飞船返回地面的，这就是差不离是这样的一个东西。OK，了解。那么我们看看，把这个也给它取消好。我看好像还有40多分钟。对，然后我刚才就念到这个宇智家这块儿已经发射了吗？到这儿。宇智家。对，留言这儿。留言。啊，到这儿啊。对。SpaceX 以前 YouTube 直播是4K，现在 X 还限流 720P， 啊，这个不是技术问题啊，就是钱的问题。哎呀，没办法呀，没办法呀。因为 Twitter 本身亏的就很厉害，因为这个就是大家不在那儿做广告嘛，对吧？你看你们现在看我的直播是能看到广告的，对吧？所以这件事情 YouTube 它实际上可以挣钱。这个 Twitter 现在是不挣钱，然后你多一个人看，多给你把这个分辨率提高一点，它就得多亏一些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是之前看过太空站里上厕所，居然是马桶，对，1.5亿美对呀，金的马桶。刚才不一直就给大家看的马桶吗？X 直播100万了，是的。哇，是吗？我看啊，真的100万了。是。还有44分钟。是，我觉得像马斯克这种直播就应该什么呢？就是你没有在 X 上买会员的就别看。或者单独买一个观看票，要不然他这个成本摊不回来。普通人的航天，这4个人怎么看也不像普通人。哎，就反正你看有些方面看他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你怎么办呢？他这4个人，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说除了那个伊萨克曼之外，另外那3个还再除掉那个空军飞行员吧，另外那2个女的肯定就算是普通人，他们对航天知识的了解，基本上我觉得也就是我这水平，航天这一个方面可能 NASA 的，一还没我好。个是 SpaceX 他们的训练员、训练导师，我觉得应该也还是有一些这个能力的吧。有一点儿吧，因为我们也经常接触到这些人嘛。好吧。北检又提沈阿北，这都什么乱七八糟，不知道啊。这种我们就不念了。这次发射载人去哪里？上去晃一圈就回来，哪儿也不去。玩上去玩去了。在轨道上转一圈。在看到这些之前，我一直以为太空上厕所就像灌肠一样，插根管子抽呢。哎呀，这个60年代是60年代是。航天使用的气象预报服务费用高吗？应该是比较高的。这个我不太清楚，我们原来都不太花钱，不赚钱。不归我管花钱的事儿。是。SpaceX 也是购买其他公司的天气预报服务嘛，这个就不知道了。应该是，我觉得。马斯克为什么不使用星舰首先搞载人登月？马斯克为什么不可以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儿？为什么马斯克这么浮躁？哎，这个马斯克他自己没回答，我们就没法猜测了，是吧？对，他有他的一些想法。我觉得问这种问题呢，你就是有时候经常讲说，哎呀，你看中国还有人吃不上饭呢，我们为什么要去援助非洲呢？对吧？然后世界上还有人在挨饿呢，我们为什么要去发展航天呢？就这种问题其实是没法回答的，而且就是只要是跟航天有关的，一定会有人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先把周边的人搞好了，然后再往前走呢？这个所有跟航天相关的影视剧里头，只要是面对民众，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出来。当然，大家各自的回答不一样了。发射是不是取消了？没有啊，现在还有个41分。对，20秒。
啊，我这儿看的是39秒啊，待会儿太复杂了。这个早中晚好啊，这个鸡蛋灌饼也跑来了，没想到还能赶上直播。是的，还聊苹果发布会嘛？哎呀，这个我呢，稍微聊两句吧。就是我其实没有看您先聊，那个发布会，但是我也看要撤一了一堆的，下老范。我看了一堆的节选。然后呢，这一次的苹果发布会呢，其实有很多的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最大的不一样呢，并不是说发了什么没有发什么，而是呢，过去每一次的苹果发布会，苹果的股价都会跌，而这一次的苹果发布会，苹果的股价涨了，虽然涨得不多，大概涨了0.点几吧，但这个应该是近几年来首次，所以呢，有可能这真的就是有点回光返照了。这一次大家其实真正想看的是 AI，但实际上 AI 啥也没说，所有跟 AI 有关的事情呢，都是用的上一次的一些视频，就随便解释了一下就完事儿了，是吧？这个就都没有，而且这一次中国境内到底能不能用上 Apple Intelligence 呢，也没有去明确的表达，所以苹果在中国的销量一定会继续下滑，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虽然我自己喜欢用苹果，对吧？我跟我儿子也都在用苹果啊，但是这个苹果这一次的发布会，其实从头到尾都在让人感到失望。啊，甭管是手机的发布，还是它各种耳机、手表的发布，对吧？手表唯一的变化是变薄了一点儿。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期望苹果手表上可以有血糖和血压的功能，或者说可以在续航上再有一定的突破。但是现在呢，这些都没有来啊，就是我比原来薄了10%。虽然我知道在手表上做薄10%，把屏幕做大一点这件事本身是工程奇迹，确实很难。但是呢，真正核心希望它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解决。这个升级的话，我觉得很难让它的销量快速上升。手机呢，其实唯一讲到的只有一点，就是它最后是要拍这个叫4K 120帧视频，对吧？它可以直接拍出这样的视频来啊。这个呢，有一些国内的果粉在这尬吹，这是唯一可以吹的点了，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因为什么呢？就是大家都在想说，这个视频拍摄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有些人觉得应该是向更大的分辨率发展，特别是国内什么小米还出过1亿像素的摄像头什么这样的，对吧？后来就不再卷这种玩意儿，都是变成4000万像素、5000万像素，就变成这样的东西，对吧？都是想把分辨率提得更高。其实分辨率提高是很容易的，就是你可以通过算法把这些点算出来，你也可以做一些这种其他的采样上的事情。但是真正难的是什么？真正难的就是在4K 的分辨率上提高帧率，这个事儿确实是有些难度。但是怎么说呢？你做这种120帧的视频，到底能干嘛使？除非你说我要去拍赛车啊，或者拍一些动作游戏你需要120帧。像因为我们打游戏经常需要高刷屏，对吧？达到120帧，那就是动作游戏或者是赛车游戏，普通的这种游戏其实你也不需要120帧的这样的高刷屏去使用。所以这一次的苹果发布会等于从头到尾呢，大家看了个寂寞，就是每一个人都觉得说，如果我们的苹果手机是去年买的15，那就接着使如果是14、13、12呢，你又特别喜欢苹果，就是可以考虑更换，大概也就如此了。表的话真的是不建议现在去更换，然后它的耳机呢也没什么意思也就如此了。然后苹果的这一次发布会，iPad mini 好像就没怎么提吧？有吗？因为我没仔细看。然后这个M4的 MacBook 没出，就是他就没提这事儿。但是呢，这个也不用着急，苹果一般是这样，就是开完了手机发布会以后，这个 M4的 MacBook 应该会采用那种就是不开发布会直接上线，直接在网站开卖的这种方式就开搞。当然我觉得另外一头呢，更可笑的是这个华为发布会。华为发布会呢，在整个的苹果发布会之后，就其实没什么声音。就苹果发布会其实已经很让人失望，
我去看的统计非常简单，就是我去看新闻，比如说这个今日头条啊，这个包括抖音啊、36氪，所有这些新闻，基本上是苹果发布会的文章呢，大概有个5篇到8篇，华为发布会的文章呢，大概有1篇，这就是体现到整个媒体对华为发布会的一个这种关注度，也就如此了。然后至于所谓的什么3折屏手机这件事儿呢，其实也没有引起任何的反响，虽然号称是预订量有好像200万个吧，但是怎么说呢？这个第一个200万这个数对于手机来说呢，并不算大，对吧？iPhone 一年大概是在中国可以卖到应该是到不了1亿只吧，大概是大几千万只手机。然后呢，小米大概一年是能够有上亿只手机在然后全球的话应该是几亿只。另外一个预定这个数字就非常水，对吧？到最后你交没交这个余款，到底把东西取走没取走，对吧？所以现在华为只能炒作什么呢？哎呀，黄牛来了，对吧？这个3折屏手机已经被炒到8万块钱一只了，只能去炒这个。到现在这个华为3折屏手机到底长啥样我都没看啊，到底是正着折、反着折、横着折、竖着折我都没看，这个事儿我一点都不关心。为什么需要平板的时候我就买平板了，对吧？需要手机的时候我就用手机。现在谁去买这个好几折的手机屏幕，对吧？又那么贵啊，好几万一个。很多人说这玩意儿就是送领导的，对，你说对了啊，这个东西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个领导啊，他举出一个3折的华为手机来，你就把它摁那儿，说这东西是你自己买的吗？还是有人送你的，对吧？这个以后这玩意儿就跟这个豪华手表一样，以前不是有一个人叫表哥吗？对吧？这个哪个领导带着手表出来，他就问啊，他能认出来说这是什么什么表，大概多少钱？后来他账号被封了，对，不需要这种人，对吧？这个以后就是华为啊，这个谁举了3折屏手机出来，他就是肯定有问题。其实华为的2折的手机，就是原来那个叫Mate X 吧，也都是如此。因为我原来问过这个，就是爱回收那帮收二手手机的人，就是他们在华为2折手机发货的大概2个月内都是愿意溢价来收这个手机的。就是原来比如说人家是1万块钱啊，他愿意1.5万收。后来我说你收这玩意儿干嘛？他说这个就是有人送礼，到那个一些大的领导那儿去送这个华为手机。他1.5万收完了以后，再清洗检测，比如说再加上资金占压，他卖到2万。然后呢，这些人买完了以后说，哎，你看我给您送了个华为手机，对吧？您也显得比较爱国啊。这个事儿呢，他们也干啊。这就是对于发布会的一些看法吧。然后，但是我看现在好像 M4有可能这2天就要发布，因为我昨天注意到什么呢？他那个电脑啊，就是我想选那电脑已经那页面说 update 在 update，所以的话就因为我刚才我上午去看的 M3的还在那儿卖呢，因为我看的是国内的网页。我就是新加坡这儿的就已经 update 了，准备 update 了哈。对，然后我这儿还是 M3 Pro、M3 Max， 我估计应该快了，也就这几天。对，明天去看看吧。不用着急。等会儿我看看啊，马斯克已经开发火星殖民的期货了，感觉第一轮是要发一堆擎天柱过去搞基建，性价比比较高啊，这个看情况。这很难说是浮躁吧。第二个去登月的和第一个去登火星的还是不一样的突破。这个，哎呀，这个不好说。其实特别像这个，我们以前在创投圈，就是你没有拿出那种特别让人眼前一亮的东西，你想骗到钱是挺难的。一台发电机，一台中央电脑，一堆擎天柱、断网，都能自动化搞基线。这个，我觉得擎天柱呢，其实未必适合那边的环境。擎天柱其实离成熟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你们航天系统应当是自己养了气象保障团队。
在中国一般来讲，发射场、发射区的这个气象保障实际上是由发射场来提供的。比如在西昌发射就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文昌发射就文昌那边，文昌也属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然后在酒泉的话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然后我看看。问了下 GPT， 这次任务的目的地是一个高椭圆轨道，达到1400公里的高度。北极星黎明号任务将飞得比所有常规的近地轨道任务更远。但是不会像阿波罗登月任务那样远离地球。阿波罗任务飞行至应该是384400公里。这次任务的主要目标是在高地球轨道中进行技术测试和科学研究，而不是飞往月球或者更远的深空。是的，当然大家要注意啊 ，GPT 呢，你如果使用色式 GPT， 它会给你一个相对比较完善的答案。如果你就用 GPT-4O 这样的东西来去问的话，这个答案有可能是编的。所以千万要小心。对，然后关于它这轨道的，实际上您可以看看前面，咱们前面实际上解释的更多一些。对，是。看节选+1，第一次看苹果，心如止水。苹果发布会真的是有点无聊啊，都是设计师产品。真没什么可讲的了。这一次的苹果发布会，还没看。厨子上来就直奔主题。今天有 iPhone、Apple Watch， iPod， 期待其他产品的可以先睡了。这种我们一般苹果发布会看的是 One More Thing 是吧？这个如果上来就直奔主题，这也太无聊了。而且呢，苹果发布会就是等厨子上台之后吧，就是一次比一次敷衍，然后呢就越来越没有这种叫什么呢？就是这种保密意识。到这一次的苹果发布会之前，基本上是在1个月之前就把能发不能发的东西全都给你说一遍了，甚至有很多大家都猜的东西都没有。这个就很无聊了。原来那个苹果保密是非常严格的。发布会吹的那点儿，有点像800公里续航的电动车一样，对，看着很厉害，其实意义都不大。对，这个我记得苹果是我们见过所有公司里头最保密的。就是你比如到谷歌里头是，你只要在任何一个楼门里头，就是它是这样，它在谷歌那个 Mountain View 里头一大片的小楼，然后呢每个楼门洞里头有一台打印机，然后你只要是有谷歌的员工认识你，他就拿他的工卡去刷那个打印机，然后给你打一张那个访客 visitor 那个证，然后你带着那个证就可以在谷歌里头随便瞎晃，然后你也可以拿着这个证到谷歌的食堂去吃饭，也不要钱。然后谷歌里的各种的这个除了纪念品商店你要花钱买，然后其他东西都可以免费享用。像我当时在那个 Mountain View 里头去晃的时候，就突然有人进来跑过来说：“你看我有冰激凌，你要不要吃？”我说：“什么情况？”他说：“我们开了一家新的冰激凌店，在谷歌的这个办公区里头，然后我们就会邀请所有的员工和访客来吃，然后给我们提点意见。”这个他就反正很有意思。但是你到了这个苹果里头呢，它那个楼是像咱们的那个住宅楼似的，分单元的，就是你的进门卡只能刷开自己单元的这个办公室，就算他的员工，你都不能说到旁边单元去串个门，没有这个权限，就是他们特别保密。对。哎，老范，你把那个我共享的那画面的也给放出来吧，还有27分钟。OK。怎么你这个画面是的。行了。你这个是哪儿的画面啊？SpaceX 的。这是它的网站吗？对，是它那个 launch 那个网站。这是个应用还是个网站？这是个应用，但呢，我看它实际上，我感觉它就是和那个什么 SpaceX 上那个播放应该是在同一个下面的。我看看啊，这个我不行，到 SpaceX 的官网上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对你要不然你用那 SpaceX.com。对，我是进去了，但是 Launch 我这刷不出来。
SpaceX 网站应该已经挂了。我这儿的用手机上去了。我这儿不行，我这儿已经挂掉了。这儿这个基本上看不到东西。还有20，你那边就看不到我东西现在能看到26分、25分，有的时候呢。一跳一跳的。对，现在的时间是苹果手26分表02秒。好像这次可以测试，呼吸暂停，对，就是打呼噜嘛。它可以在睡觉的时候测试打呼噜。我现在的苹果手表都是睡觉之前戴，然后睡醒了就把它摘下来，基本上平时白天也不戴，出门戴。7代表依然在服役啊，我现在是6代表在服役，今天是10代表了。以前去暂停啊，呼吸暂停啊，需要去类似专业旅馆去住一晚，身上贴了很多感应器啊，这个反正对于我来说意义不是很大吧。华为在春晚出现频率很高，是的。然后感觉今年黄牛又要纠结了，新品无论苹果还是遥遥领先，个人对将来的销量都不乐观。所以现在小米比较猛啊，就是我也不跟你玩那花活，我就给你堆料堆满了，然后你就只管用就完了，东西也不贵。是不是像那个听花酒？对，听花酒也是完全送礼的。几点发？应该还有20多分钟。国内是不是说要在月球烤基线？前几天看过相关新闻，说是在月球基线挖矿，这个看呗。这个国内的新闻，反正有人愿意信也没什么问题。以后空间站的建设和维修是不是主要依靠大模型加机器人？我觉得呢，机器人肯定有，大模型肯定也有，但是呢，这个机器人长得是不是像人就不用太纠结了，它未必需要靠腿儿，其实靠轮子或者履带，我觉得会更靠谱一点。刚才问为什么我去不了亚马逊网站，谷歌 AI 建议我可以去在线对话亚马逊客服，我去不了网站。这个聊天软件就别跟他费劲了啊！国内的 GPT 也有自己的特色。你问的国内 GPT 不知道问的是哪一个啊？然后还带火了郭明奇这样的爆料人啊，是。现在郭明奇已经不行了，因为现在爆的人太多了。没挂，好好的，什么东西啊 ？AI 没告诉我没挂。然后说实话，苹果手表无论是运动还是急救功能，都只能说能用啊，但是好用，这个怎么说呢？对于民用设备来说，它就已经算做得好的了。YouTube 有转播，一点不卡。这个 YouTube 把转播的链接发给我们呀，这个我们可以把那个转播的链接拉进来。对，我给大家换一个，这个可能好一点，稍等。对，找一个 YouTube 转播的链接给我，或者你把链接发给我，我从我这边播，这样的可能会少转一道。稍等，对，我把链接发给你吧。对，实在是卡得太厉害，那个完全没法看。我用哪个发给你啊？没关系，可以，没事儿哈。要不然我 Discord 我得再开，不微信过去。这是那个什么呀？Watch 能看到吧？等会儿。可以，音量我这边还可以。这样，等一下啊，我折腾一下。那就行，折腾用它吧。然后这个。
今天的人观看量关键太大了。我看这个位置也，这好像还可以。等一下啊，还有20分钟。但是我现在在这边，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在我的 Safari 上能刷得出来，在我的这个Chrome 上刷不出来它这个网站。Chrome 上也刷不出来。等一下，我研究一下啊，我看看怎么能把这东西刷出来，或者我开一个 Edge 试试，我去研究一下。Edge 也没刷出来。来吧，在 Safari。看一下啊，它最好是有个 YouTube 的链接。YouTube 我不知道怎么链接给你啊。你一样可以在等会儿啊，我的 Chrome 好像有一个。你查这个，在 YouTube 上搜这个，然后那个它的第一个直播应该就是这个 Polaris 的 Dawn。对，我看他这儿的画面还可以。行，我来研究一下啊。YouTube。第一个 ，OK。你那儿怎么样？还有19分钟。我看这个，对，19分11秒。我看到我这儿的这个，实际上我这儿看 SpaceX.com 这个上面的这画面还是挺不错的，挺连贯的。我这儿不行，我这儿基本上是不出来。我相当，我这儿看的是。我把它的声音关了吧。啊，对。然后你可以把它基本上最大化。对，它这个画面现在还可以，大概差3秒。对。这画面还凑。18分钟32、31，啊，这个还可以。对，27，可以。是。双足机器人其实挺没有效率的，无指的局限性也很大。双足机器人肯定是很没效率，这事儿没什么好说的。老范，你把你那个 YouTube 上旁边这个视频那个对，掐掉它。OK。对。无指现在好像还没有更好的替代方式。啊，这是他这衣服。对，他在介绍他的 EVA。正好可以看看。那你说像他这个衣服，舱内舱外都是一身的话，那他这个要上个厕所，他是脱呀还是不脱呀？肯定是不脱，他应该是有一个尿不湿或者是尿袋。尿袋啊。对。了解。17分钟。17分钟。这几个宇航员也够惨的，他一般提前2个小时就进到这里面了，然后又推迟了2个小时。是。我估计他们那个肯定他那个尿不湿已经起作用了。尿不湿都尿湿了。是。对，应该已经起作用了。民用也比不过其他的专一功能的设备，比如佳明运动啊，这个是这个，但是佳明呢，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登山还是可以，但是你作为一个就是普适用的这种手表的话，苹果应该已经做到极致了。
大众心里的机器人就是像人啊。有次在大国访谈个机器船头部企业，我提问为什么这条船上需要上部甲板建筑啊，又不是普通船，需要船员空间。结果人家说，这个从来没想过，这就属于路径依赖呗。对，这是不是就是老范以前说的，国外平台应付不了大量访问的场景？就是这个春运买火车票就是这样的。其实也不叫应付不了吧，他没有花这个钱而已，对吧？他不需要花这个钱，因为你像春运是等于花一次钱，然后我就用这几天，一年就用这几天。他国外呢，他就觉得这事不划算。SpaceX 在 YouTube 上开了直播了吧？我搜到了。对，我们现在看到的应该就是这个。这个应该会发射吧，千万别再取消了。哎，这个现在还有15分钟，我们慢慢等就好了。对，我觉得机器人像人，应用范围就管家、保镖等服务类型的应用。要是以后材料学科或者其他的领域有突破，机器人可以变形。这个我觉得变形真的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这就是他们过在里头，完全没意义。是。机器人像人的最主要原因呢，原来我其实也讲过，就是它是为了让机器人可以在人的工作环境下跟人一起混合工作。就是你在人可以爬高蹿低，可以去开开关、拨弄仪表或者什么这样的这种环境下，那么机器人依然可以去使用，你不需要专门为它去设置一套这个特定的轨道或者特定的这种界面和开关啊，这个其实主要为了这个事儿。否则的话，机器人其实是没必要做得像人的。对。YouTube 上的空 X 直播都是假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放这个应该是真的吧？这不是那个什么，这个不是SpaceX 的频道啊。我这儿还有广告呢，你看看。对，这不是 SpaceX 频道，这是叫做 The Launchpad， 也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一个航天频道。啊，反正看到广告我去跳过。对，跳的。合体比较帅，我来组成头部，这个其实意义也没有那么大。这都是日本动画片给大家留下的这个刻板印象。我知道。那国外平台没有国内这种短期或者错峰租用云服务器的场景吗？都有，但是呢，它这种服务器也还是有，就是它不可能做那么多，因为云服务厂商它也是有开机率的限制的，对吧？人家需要一下应付这个，比如说2倍、3倍的这种冲击还是可以。你说我一下需要应对这个100倍的冲击，它也不可能给你备那么多机器。管家1号变形，乒乒乒乒啊，乒乓乒乓。好了，你现在有自行车1号了，这个实在是很无聊啊。还是 Twitter 上最真实。我现在在 Twitter 上已经看不到这个直播了。Twitter 上面好像，太卡了。这个是载人星舰，这个是载人龙啊，不是载人星舰。星舰这次没去。刚进来看到啊，是我们还有10分钟，11分钟。我看的直播是验证过的，是。不得不说 ，SpaceX 的宇航服挺帅的，有股德味儿。哎，你不能说帅了就有德味儿啊。这个当时说德国2战的军服为什么漂亮？
就很简单，人家是量体裁衣做的。不得不说 SpaceX 啊，这个看过了，然后有 Twitter 正直播，就反正 Twitter， 但是 Twitter 直播，反正在我们这儿看是比较费劲的。140万了，是的。而你现在注意啊，它这里面旁边这几个宇航员在这儿做的这个空间还是很宽敞的。你先想想那个坐神舟飞船和坐那个联盟飞船那拥挤的样子，不是明天就要发射一个联盟吗？可以是到时候大家可以去对比一下那个拥挤的样子，看一下SpaceX 这边就西方飞船的这个人性化管理设计还是是。要的明显强于东方的。这个怎么说呢？就跟航母似的，你像美国的航母就旁边就没有乱七八糟的东西，俄罗斯航母里头甚至还装了导弹呢，对吧？它还是资源更宽裕一些。这要到中国一看，就是说这个美国这帮狗大户，设计思路也不一样。你比如在苏联那边看，航母上不装导弹，万一被别人打沉了怎么办？就跟当时不是说盖那个白天鹅宾馆，还要在上面加高射炮吗？不，它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呢是航母编队，就是每一次出去是一堆船，所以有的船负责拉导弹，而苏联呢都是单支的航母溜出去，所以它是没有船负责拉导弹的。对啊，就是它什么但是你航空炮、什么导弹什么都在那一条船上。所以就是整个思路不一样。但是你看啊，包括德国，包括美国，它那个经常有一些孤胆英雄，比如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约克中士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打飞机的那个自行高炮系统什么的，那类的。可是你看那个苏联就很少出这种孤胆英雄，是吧？到船上他倒是船呐什么的，倒都是孤胆船。我刚才发了 SpaceX 官方的 YouTube 直播链接，YouTube 把我发的链接吞了，不让发在评论区。对，YouTube 评论区是不让发链接的，好像只有我能发，其他人发不了。哦，是这样。对。大家点点赞啊！我觉得今天点赞不多。啊，这个哎，能赞就赞一个吧。对。我看的直播和你们的直播时间码不一样。你们的晚1分钟，晚吗？我这儿看到的 Space， 我看到直接看 SpaceX.com 那儿是晚了大概3秒钟，没有晚到1分钟。是。因为它里边有时候会插广告，所以它有可能会晚。等会儿啊。应该不会晚1分钟，因为它我们这儿是我这是17点16，所以它这个分钟应该是一样的。对。苏联那个感觉像是运牲口的，哎呀，中国的感觉，你像《三体》上最后讲的是只运大脑。美国2战时候还有专门的生产冰激凌的船，对啊，美国人还拉着可口可乐上去呢。美国2战的时候最神的是什么？是它那个飞机不但能够就是那些轰炸机什么的，不但有冰淇淋，而且它能做冰淇淋。就它怎么做呢？它把那飞机挂炸弹的那块儿，就腋下呀什么的挂着炸弹的，它专门等于把那个副油箱改成一个空的，里面放上冰淇淋，然后前面加个螺旋桨，里面加上搅拌棒，飞一圈下来就成冰淇淋了。不，那个不是官方的，那个好像是就是美国飞行员自己魔改的。魔改的，是魔改的。他们是在那个副油箱上加上牛奶，加上什么东西，然后在前头弄了个这个螺旋桨啊，又来广告了。走你。所以
人家美国会认为你有冰淇淋、有可乐、有巧克力，是对于提升战斗力是有帮助的。是，龙飞船内部空间真大，但是整体不会比神舟大很多。神舟的直径是2.5米吧嗯， ，2.5米。龙飞船的直径最大直径应该超过了3.7米，那大多了吧？不，没超过，就哦，3.5米，超过了3.5米吧，那还是要大多了的。是，好像 SpaceX 那边开始直播了啊，那看来快了。还有5分钟了吗？碳基生物就不适合谈，这个我觉得没什么不适合的。我觉得硅基生物可能呢，有一群硅基生物在那边在想，哎呀，我们要是碳基生物该多好啊！是，推上已经8分钟了啊。苏联也有孤胆英雄，这个自己架飞机顺日本那个不能算孤胆英雄了。别连科，别连科。是，快1分钟啊，差不了1分钟。好，我们再快一下啊。我听过那个故事，那有个飞行员训练的时候，私自带了空弹夹上去做冰激凌，后来一次飞行训练的时候脱落才被发现，于是美国国防部直接安排2船啊生产冰激凌。是的，还有5分钟。X 是140万，5分钟准备。是的，也对啊，这个神舟要放在整流罩内啊，所以小啊。它没有整流罩吗？是这样，对，这是一部分。但是，神舟飞船是放在这个长征2号火箭的整流罩内的，但是，本身来讲的话，它也小，因为你的那个长征2号火箭的舰体直径是3.35米，009的舰体直径是3.7米，所以我刚才开始直接我就说龙飞船是3.7嘛。是，X 比这儿快20秒而已，我觉得反正快个多少秒是合理的。没那么多。不锈钢飞船，这个应该不像不锈钢的。不是，他说的是不锈钢飞机。不锈钢飞机指的是米格25，就开那个苏联的孤胆英雄驾驶去日本函馆的。是，火箭回收完成之后，到出舱之前这段时间，还是有些看点的啊。还有什么看点？火箭回收完之后到出舱之前，你是指出舱是指太空行走吗？还是说就是等于开始进行出舱准备这一段的话，我觉得可能咱们从目视上是不是看不太出有什么看点？它是不是会在里边，比如说从这个座椅上起来，然后在里边晃荡晃荡？它不是应该还有一堆实验要做吗？对，那些实验我们在太空中看，我觉得那还不如看国际空间站里面更精彩一些。对，请教一下那土拨鼠老师，空间也大。为啥中俄返回舱黑乎乎的，老美返回舱看着干净很多？实际上我那个上次直播的时候，实际上我也跟大家解释了一下，就是说你看那个 Starliner 飞船，它的直径是4.56米，非常大，然后它高度不到3米。中国的这个神舟飞船，包括联盟啊，我得抓紧点说了，包括联盟飞船，就是直径大概是2.5米，它的高度大概是2.8米。所以首先它那个人家的飞船底够大，所以它返回的时候那个底基本上就能遮住它的侧壁。然后像神舟飞船这样飞船，它的底不够大，就是长宽比这个造成的，还是再加上它返回的姿态，所以不能够完全遮住侧壁，就造成了侧壁也会烧黑。那烧黑的话，神舟就是说跳过，那个中国的神舟飞船，它实际上它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在迎风的那个侧壁上，它也是一层绝热材料，而不是金属，所以的话就黑乎乎的。是不是像咱们刚才看这个波音那个船回来的时候，他把一堆东西给扔了，就是他把烧黑的东西已经扔掉了。烧黑的那部分在波音飞船是在底部，
对，他不是下来之前先把那大底扔了吗？扔完了以后再充对，气儿。神舟飞船也把大底扔了，那应该也是烧黑的。但是它烧黑的神舟飞船就等于烧黑是2部分，一部分是大底，一部分是侧壁。是。好了，我们要准备飞了。现对，在我们看这2个波拉盖儿，这应该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亿万富翁了吧？2个波棱盖儿，现在反正个儿最大的应该就是他那个亿万富翁嘛。是，SpaceX 啊，对。没注意他坐在前排的这俩是谁？星舰的话能载几个人？好了，我们差不多了，系好安全带，准备要倒计时了。对，土拨鼠老师是专业人士，他原来就是这个玩这个东西的。好，27。从10开始，咱们倒数呗。是。对，土拨鼠有自己的频道，感兴趣的话可以点他的频道去看。他的频道现在也在直播，我们两边是在同步直播。6、5、4、3、2、1，点火，起飞。起飞。OK。然后整个这个过程大概到1分钟的时候，这个飞船会到达最大动压点。实际上我们一般来说突破阴障主要就是指这个最大动压点，这个时候飞船承受的是最大的压力，这就是大概在1分钟左右。是。这是一个点。然后大概到飞行到2分38秒的时候，这个时候呢，1级火箭的主发动机就会关机。然后在大约2分42秒的时候，1级火箭和2级火箭会分离，这就是冷分离了，就是等于先分离，先关机，然后再分离，然后到大约2分51秒的时候，这个2级火箭发动机才会开机。这就和星舰不一样，星舰的话等于是33台发动机关掉30台，还有3台保留，然后在1级助推器和星舰飞船分离之前，那么2级飞船上的发动机就已经点燃了，所以这就是差别。对。哎，并没有感觉他们这个手是会往下或者什么这种有这种力量压上去这个感觉。可能他们控制的还好吧，应该还是有一点，应该，但是不是很大。它一般的加速度，真正的长时间的加速度可能就1.2、1.3。这些人是坐在里边还是躺在里边了？半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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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他后背是朝下的，后背是朝下的。那我刚才说了，很快它这个1级的发动机就要关机了，2分38秒。然后但是这个1级发动机关机的时间呢，也比平时大约晚了10秒钟左右。现在看他们的整个动作还是挺平稳，没有什么太大的震动。那个杨利伟第一次做神舟5号发射的时候说那震动差点把他震死，震动非常厉害。对。对，后来我们知道的，那个震动非常厉害。90年代中国马上要1级关机了，我先来说这个吧。OK。关机。关机。对，关机，然后1、2级分离，把1级扔了。对，1、2级分离。OK。然后下面实际上这个2级要做一个摆尾，1级要做一个摆尾，然后在载入大气层之前做一个 intra burn， 最后在着陆前再走。我们注意啊，左侧这块能看到这个白的这个东西起来了，这是它那个山格舵展开了。在星舰上，这个山格舵就连折叠的功能都没有了，就直接这么开的。在009上，这个山格舵是可以折叠的。对，实际上就是
这样的一个过程。是，还不停的给大家举个大拇哥。对，表示他那个什么呀，就是还好着呢。这些动作是我们当时要求的话，就是要有这些动作。OK， 好吧。然后到大概7分39秒的时候，这个1级发动机会再次点火，进行一个 Entra burn。然后到这个8分01秒的时候，这个 Entra burn 完。到8分59秒的时候，2级发动机会关机。咱们可以到时候看一下，2级发动机关机是在8分59秒。就如果是电影的话，一定是对着脸拍的，而且还得要把脸部表情露出来。这个现实中我们就对着膝盖拍了，然后压根看不见脸。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现在这个1级的这个最大高度，这次明显比以前高。以前1级也就是能飞到120公里左右高度。1级的话，那现在我们看左下角这2个表，左侧这个表5000多，这个是表示它的飞行速度多少公里每小时。右侧这个表呢，就是表示的是它的飞行高度，它的高度1级的这个高度已经达到了174公里，比平时高多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右侧的这2个表，左侧显示的是9900多1万了。那这个最右边这颗数字190，就是说现在2级火箭的高度是195公里。所以我们1级现在达到的最大高度，基本上也是它这次飞行的最大高度，因为分离之后它会依靠惯性再往上飞一段，是达到175。平时的时候大概也就达到120、130，所以我们明显的这个弹道要比以前要高很多，就是要送进这个椭圆轨道的。它现在2级其实已经比它的这个椭圆轨道的最低点还要高一些。对。它最低点是190吗？它实际上不是把它送到最低点啊，它是要把它基本上几乎是拉到最高点的那个位置，要拉上去啊。然后它依靠惯性，让它能够回到这个位置。是。对。所以现在等于就是拼了命的加速。对，拼了命的把它往速度增加，然后高度拉大。一般来讲，发射星链卫星的时候，这个2级火箭发动机关机的时候，它那个轨道高度大概是在250公里左右。然后星链卫星会依靠它自己的动力爬升到大概550公里高度，大概是这样。咱们待会儿可以看它这次关机的时候高度是到了多少。它下边一个点，就是你看咱们在最下边这个6分30上面有一个圆弧形的这个坐标，下一个圆圈上写的是什么呢？下一个应该写的就是Entra burn， 就是那个发动机的1级火箭发动机载入大气层之后的第一次点火了。OK， 现在1级火箭已经到126了。对，这还是在大气层外嘛。Entra burn 的时候，它可能会到80、90，差不离是这么个高度，或者是100。是。100就算进入大气层了嘛。7分的那个时间点是在7分39秒。然后我们能看到它在点火。1级点火，左侧这块能看到已经变成这个1级火箭上了。对，现在在冒看到它的点火，闪光了，马上要点火了。Entra burn， 点了。这个点火会持续到大概8分钟左右。OK。点到8分钟左右，然后它会关机。8分钟关机了，对。然后下面我们就是看大约到9分钟的时候，这个2级的发动机会关机。
2级发动机会关机，然后关机的时候我们注意一下它的高度能够到多少吧，9分钟的时候。我觉得高度应该不会特别高了，现在就是速度还在狂涨。正常绕地飞行的速度也要达到，它一般分离的速度会到26000，一般发射星链卫星的时候，关机的时候大概能到26000。哦，不是，对，它那个速度还是在，对，差不离26000。1级是不是已经3.5、3.2，是不是快到地上了？1级大概到9分40秒左右的落地。又点火了。9分35秒的时候开始这个9分3，它这提前点火了。这是landing burn，landing burn 本来应该是在9分。这等着它降下来。我看啊，按它这个时序来了，9分11秒啊，landing burn 是9分11秒，那么9分40秒左右，32、33、1级算34，是成功落地上了。 1级成功落地。OK， 这次1级成功的落地了。对，下边已经开始。它这时序是9分35。这是哪儿啊？然后我看啊，哪个？现在的视频啊，孩子是在天上。对，然后大概到12分16秒的时候，龙飞船会和这个2级分离。它现在2级应该已经关机了，因为速度也不变了，就是在200公里的高度上，速度也基本上不变了。它有可能会继续爬升。如果它要继续爬升的话，那么它的速度有可能会降低。但是它这个速度比平时要显得要高了。一般来讲，分离的时候是26000公里每小时，现在已经将近28000了。28000了。大约到12分16秒，第2级会分离。如果要是星链卫星的话，它会在分离前还有一次非常短暂的点火2级，这次好像就没有。我看时序上没有看到。人家在拿着笔开始，你说举上去的是 iPad 吗？有可能，我觉得很可能。右边2个是那个什么，但是它这个有一个巨厚的保护壳在后头，估计是保温的。它这上面有热吗？还是很冷？这个舱这里面的温度应该不是很冷啊，这里面的温度应该还是比较舒适的。我们现在的这个看的这块的话，应该是它的发动机2级火箭的尾部这个镜头装在了，然后指向的是发动机喷管的尾部。现在这个镜头应该是龙飞船和2级火箭的连接处这一部分。2级就扔了不要了。2级就扔了不要了。星舰的等于就是猎鹰9先做到了1级能重复使用。相当于就是演进过程，就是先是不能重复使用，然后猎鹰9是做到了1级能重复使用，然后星舰飞船相当于做了2级也能重复使用。好，把这扔了，分离了，飞船和这个2级火箭分离了。那你说这么大个个2级火箭，这得掉哪儿去啊？它反正也得算好了，扔海里完事儿。2级火箭的话，一般来讲，如果要是在中国的话，它会相当于在载入大气层之前把它炸成小块，然后在大气层内烧毁。对，但有的时候没算好就没炸，我也能看到那种照片。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大概到13分钟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干活了。我不知道它后面还转不转播，但是从给的飞行时序来讲，就是到这儿了。现在的这个照片是装在2级火箭头部的这个摄像机，正好就这么看看地球吧，也挺漂亮的。是。所以总的感觉还是可以的哈。
相当棒。对，相当棒，我觉得也是。那它现在算是进入轨道了吗？就是这个龙飞船。现在的话，我认为没有到最后进入。龙飞船还要，实际上就它转不转播了，按道理就龙飞船还要自己点火，是把它真正送入那个最后的椭圆轨道。我估计应该没了，因为它的所有下边那个标记都不见了嘛。对，他估计不会转播了。咱们可以看看现场的留言，别人留言有什么。我在随这是朝时看哪个方向飞呢？那是倒着飞的吗？怎么叫倒着飞？因为你看这个地球是离我们，就是等于它现在能拍到2级火箭这个位置，但是感觉它在向着2级火箭的方向飞啊。没有啊，是2级火箭和这个龙飞船都在向前飞呀。但是你看下边的地球，实际上是感觉像开倒车似的。我没那感觉，地球是自西向东转，实际上它飞行的方向啊也是自西向东，就和地球自转方向一样。哦。所以的话，你会看到就跟咱们在飞机上一样，这些地上的东西应该都是朝你身后走，都朝下走。从屏幕上讲就都是朝下走，因为要利用地球自转来加速。是。是。所以差不多了，我觉得，咱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再稍微聊2句，咱们也准备下播了。是。这个有人说开原声啊，因为开原声是很容易侵权，就别费劲了。我们一般就不开了，反正英文我也听不懂。然后那个 SpaceX 现在发射这种是不是手拿把掐了？这个确实发了很多啊，但是也可能发个几十个会出点问题。对，然后这次的关键，这次是载人的，是不是推迟了1小时啊？推迟了应该有个1个多小时吧，快2个小时。对，这是哪儿？将近2个小时。现在这个是反映的还是飞船和2级分离的这个画面吧？啊，不是啊，这是飞船的这个前面那个盖儿打开了，就有点像 Starliner 那样。他这看到了吧？刚才看到了吗？就它那头部那个盖儿打开，相当于它外面是一个这个盖儿，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内盖儿，就有点像咱们最开始讲那 Starliner 飞船，你问我那个盖儿是为什么打开，它这个和龙飞船那是一样的，那和 Starliner 飞船那是一样的。咱们算一下它这个方向啊，你看它上面是太阳，这个太阳应该是在。它现在等于是在向太阳的方向飞，所以它应该在向东飞。对呀，自西向东转嘛，自西向东转。对，就是和地球自转方向一样。OK， 那它现在应该在哪个上空呢？在哪儿上空我就不知道。你想咱们这儿现在是已经晚上了吧？咱们这儿是下午5点，对吧？它上边的太阳有可能不是，我觉得啊，它应该还没飞过非洲，还是从这个美洲到非洲的这个路上。从美洲到非洲的路上，这是有可能的。对，从美洲到非洲的路上。是。电影那种属于危险驾驶航天器。好，它这个后边应该是结束了。对，我们把它关掉了。对。OK， 我们看看啊，这个现在160万人在看推啊，好，哔哩哔哩也有直播，对，大家都看了啊。其实直拍脸部应当也没啥技术难度吧？这个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们从这边看的话，他的脸上应该基本上是个反光的东西，就估计拍到脸上你也看不到扁唇，对，也看不到。有镀膜。1级已经回收了，人是真人还是假人啊？这个事儿就没法说了。你要不相信的话，你就当它是假的好了。对，
对，1级落地了，没有，是它这稍微感觉晚一点。Landing Burn 比对，我也平时看到，就久一点。感觉 Landing Burn 比平时稍微久一点。是，飞行员的状态看起来很放松，这个不放松又能怎么办呢？抖音啊，这个我们已经都彻底结束了啊。龙飞船能不能重复使用？应该不能吧？龙飞船是这样，它分成2部分，下面那圆柱那一段叫服务舱，上面那个有点圆锥啊什么这一部分叫做返回舱吧，或者成员舱。成员舱是可以重复使用的，落到海里以后捞起来修吧就可以再用。还能使。服务舱是不能重复使用的。那些认为地球是平的人，来看看圆的地球，他们会认为这都是在骗人。对吧？是的，对。什么时候出舱不知道。有最快的说是今天晚上9点，有消息我再通知大家吧。有消息再说，如果出舱的话，土拨鼠这边应该会直播，我应该会休息一下，而且我估计我明天早上应该也就停更了，因为今天我就没有好好的准备明天的直播内容。但是我应该明天晚上还会做这个叫做读评啊，但是明天上午就没有节目了。对，我明天会出一期，就是讲毅力号去火星采样这个，也到时候欢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是，然后我现在在约人去谈这个外资医院独资在国内开诊所这事儿，然后我找到了澳大利亚的 Alex 唐，对吧？然后他是悉尼的这个卫生厅的官员，所以呢，到时候找他来聊这个事儿应该还是不错的。对对，可能礼拜天吧，礼拜天会开一个直播来讲这个龙飞船运货板能重复使用，载人重用的不就载人也可以重复使用。是摄像头是在2级往前拍啊，是。它摄像头装的是，你看啊，它摄像头现在装的很多了，1级往前的，2级有往后的、往前的都有。是。摄像头对于火箭来说，那成本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个呢，好，这个我看差不太多了啊。然后预计5天，大概第3天出舱，这也是一种说法。出舱也直播嘛，咱们还是看时间。如果是第3天出舱的话，可以再直播一下，可以再聊聊私人企业的一个伟大成就，这个是真的。就是搞这种东西还是要靠私人企业，不能靠政府。这个什么时候该平仓？这什么玩意儿？伟大还不至于，这个我觉得已经可以算很伟大了。看官网不定时转播情况，现场飞船情况，好吧？是，外资医院不是曾经头破血流嘛？这个等到时候我们再去做啊。这个就这几天我也在准备问题，咱们也是要找专业人士来聊。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到这里。OK，感谢大家收听，感谢大家收看，再见，拜拜。结束直播。